老天爷，我这是造了什么孽？摊上这么个女儿，养了她10来年，转头她就给全家毒进医院，这哪是女儿，这是活阎王啊！我穿越了，1974年，外头念叨的是原主的亲妈胡美丽。昨天季姐刘红蜜做了干蘑炖土豆，全家上吐下泻进了医院，属我反应最重。上辈子我坐拥8位数存款，靠收租安稳度日，一场意外车祸，睁眼就来到了这儿。不过好在我囤满物资的别墅也跟着我一起穿了过来，变成了随身空间。您购买的物品已到货，是否接收？还有新手礼包。连生前的存款都带过来了，这系统也太实在了。脑子清楚了，胃也不难受了，这药效果真不错。你可别气了，你身体要出了什么问题，你这工作还指不定落在谁身上呢。我就是气他不懂事儿，什么东西都敢往嘴里塞。红英这孩子也是命苦，才22岁腿就瘸了，没工作就算了，连家里事儿都摆弄不明白。下乡那几年是真遭罪了。你们家今年有俩毕业的吧？你家向南要下乡吗？我家向南是女孩子，好年华就那么几年，我当然要把留在身边。向南的工作定啦？还没，6月底才毕业。你们要是有合适的工作消息，可一定得告诉我。把粥喝了，一家子几口人，就你最严重，几个干蘑菇而已，你这辈子是没吃过吗？刘红英做的你也敢吃？看他做什么？我还怕了他不成？这么大年纪赖在家里白吃白喝，说他2句还不行了？赶紧喝，我去做晚饭。刘红英做的饭我是不敢吃了。清汤寡水，跟隔夜饭兑开水似的。胡女士这手艺真是绝了。刘老黑，你打听的那个工作是不是打算给你儿子刘红河？我那是体力活，不适合女孩子。不适合女孩子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算盘。你大女儿回城了，二儿子找到工作了，怎么着？想把你3个孩子都留在城里，把我的全赶到乡下去？还不一定呢，一个没影的事儿，你先闹起来了。就是你先别急啊，现在才4月，小南6月才毕业，现在还早呢。我胡美丽在你家洗衣做饭当牛做肉13年，有亏待过老刘家3个孩子，结果你这么算计我。你要真把我逼急了，咱们就离婚，不管向南能不能留成，你儿子刘祥和跑不了。好好的怎么扯到离婚了？消消气消消气，都过了10多年了，哪能因为这点事儿就离？妈，我想下乡。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不中用的东西？再敢说这种窝囊话，看我不抽死你！这力道刚刚好，懵逼不伤脑。但我是真的想下乡，重组家庭，7口人挤在50平的小房子里，半点私人空间都没有。你就别折腾了，等我毕业我就去报名。打死你个不听话的东西！老娘在前面替你冲锋陷阵，你在后面拖老娘后腿。妈，有话好好说。你平时不说话也没人把你当哑巴，怎么偏偏这个时候张嘴了？一开口就想把你老娘气死！小南，你干什么啊？又把你妈惹到了。美丽，你也是，骂完男人又打孩子，一天天也没个消停的。你也别说我，你昨天不也打孩子了吗？上辈子20多年没挨过打，穿越第1天竟被亲妈追了3条巷，也是没谁了。二姐，你干嘛呢？身体好点了吗？小希回来了，我已经没事了。姐，你又惹妈生气了？我说我想下乡，她直接就拿鸡毛毯子抽我了。凭什么你去？该刘强江去，是不是刘家姐没跟你说什么了？没，是我自己想的。姐，你就是读书读傻了，谁劝你下乡都不安好心，别听。
我去都行，你必须留城里。你一个女孩子去乡下，我可不放心。这个弟弟虽然平时皮了点儿，但关键时刻还挺有担当。走，回屋，妈把鸡毛点子放下了。3天不打上房揭瓦，这几天就别去学校了，让你弟继续帮你请病假，连着5·1和周末一起，先请个10天假。请假干嘛？这不是农忙吗？你爱种地，我给你安排上，明天我就送你去你乡下二老爷家干活去。瞧不起人了不是？我林向南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，还怕去乡下干农活？去就去，谁怕谁？滚回你屋里去！看见你这烦，你个糟心玩意儿，还敢跟我犟嘴！只长岁数不长心眼儿，老娘白养你这么大。妈想让你去乡下先适应几天，要是家里有钱，你跟红河都能留下。可惜家里还欠着外债。你比我幸运多了，妈心里一直惦记着你，就算你去乡下，也会时不时给你寄东西补贴你。我不一样，我和林向东一起下乡，我爸早就把我忘了。我瘸着一条腿，好不容易回城，他还想把我嫁给傻子换彩礼。明年小希就初中毕业了，妈攒的私房钱找工作肯定不够，说不定还惦记你的彩礼。你与其随便嫁人，还不如去乡下待2年。乡下这么好，那你回城做什么？这不是没办法吗？别看你妈现在闹得轻，红河肯定会下乡的，你也一样。站着说话不腰疼，我睡了，你别跟我说话。姐，好好干，先适应适应，省得以后真下乡了不习惯。我觉得你才该去适应适应，我会不会下乡还不一定，但你肯定会。我可是我爸亲儿子，你能跟我比？你妈以后养老可还得指望我呢。你还是先把脑浆摇匀了再跟我说话吧。你是不是吃毒蘑菇吃傻了？敢这么跟我说话？赶紧的，上车。美丽来了，你们先坐，我去地里把你二爸喊回来。不用，我跟你说2句话。姥姥好了，只要年度马前，就要这场才是当场。不用猜就知道，肯定在说我的坏话。胡家3兄弟，我姥爷是老大，进城当了工人，老二、老三留在老家种地。这院子比城里宽敞，就是人也多。小南啊，先去收拾行李，下午让你舅舅给你安排个活干。空间是比城里大，但晚上得跟2个表姐一起睡，想一人一个单间根本就不可能。二姥姥，咱们胜利大队有知青吗？别说胜利大队，整个公社都没有，咱公社就不是知青安置点。那平时干活能请假吗？平时能请，农忙就别想了，队长不会批。如果非要请的话，会被扣工分，通报批评。咱们队上最懒的懒汉也不敢这么干。扣工分倒无所谓，就怕太显眼被盯上，反而麻烦。哎，猪翻卷跑了，小南你跑得快，赶紧帮我把猪撵回来。哎呀，你在家把另一头猪看住，我出去叫人帮忙。家里的猪吃不饱，老想翻卷往外跑。弟弟妹妹不是去打猪草了吗？田茬山坡都揪光秃了，又赶上收麦子，都跑去捡麦穗了，打的猪草更少，猪饿急眼了就往外窜。我今儿下午的任务就是这块地，有你帮忙，我今天下工应该早。会割麦子不？要不要我教你？我会。人家都3排了，我1排还没干完，差距也太大了。你可得抓紧了，你这个速度可不行哦。完蛋，我好像真的是个四体不勤、五谷不分的货色。二老爷，你先忙，我回去喝口水再来。怎么回来了？地里的活干完了？没干完，我累了，回来了休息一下。您懒得跑，我去地里帮你送水去。你妈临走前特意交代我，我妈乱说的。明天我就回去了，回去我就找工作，一定要留在城里。
本来美丽特意交代让我留小南10天磨磨性子，结果半天就想通了。可她带来的粮食我都收下了，怎么也得让孩子多住几天。你妈不是给你请了10天假吗？就在家里玩呗。等过几天你大舅去公社开会，我让他送你，你一个人回去我不放心。我不想割麦子了，我手上都磨起泡了。瞧你说的，你是来做客的，哪能真让你干活？你二老爷逗你玩呢，去找你小表妹玩去。过几天吃了新麦饼再走。姐，今年新麦磨的面不多，尝个新鲜。来就来，带什么东西？这几天本来就麻烦你了，我哪好意思收你的礼？先喝水，我去做饭。不用，我还得去大伯那儿送东西呢。大表舅，这是我给小彪妹的东西，你帮我带回去给她。您别半路偷偷打开，我贴了封条的。行，我给你带回去。你大表舅说你想通了？对，去乡下这一趟，我算是看懂我自己了。我真不是吃苦的料，别说主动去，以后就算你逼我，我也绝对不去。哼，明白就好。我是你亲妈，还能害你成行？你说你不想下乡了，你妈偷偷给你找到工作了？不关你事，你管太宽了。怎么不干我的事儿？你妈找工作的钱是我们老刘家的，这工作该是我的。你的工作，你就该撒泡尿照一照，看看自己的脸有多大。好狗不挡道，让开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啊，我的眼睛好疼！蠢货，还敢威胁我？真当我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？林天南，你敢弄瞎我眼睛，你完了！哎呀，我好怕哦。我没瞎，太好了。咦，你居然没告状？告状？那是小学生才做的事儿，你给我等着！干什么？你们俩兄弟怎么又打起来了？刘旺哥，你个混小子，是不是欺负你姐了？爸，你可是我亲爸呀，连你也不帮我。妈，红海哥他威胁二姐，想逼二姐下乡。没错，红河威胁我。你俩打了我还敢告状？爸，今天二姐不知道拿什么东西喷我眼睛，差点把我弄瞎。啊，我不是，我没有，你的眼睛不是哭红的吗？怎么能怪我？行了，别闹了，我白天上班忙得团团转，哪有闲工夫替你们断官司？再闹谁都不许吃饭，都给我去院子里罚站去。就家里那伙食，不给自个儿加餐，日子没法过。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刚才在家里也没说清楚，刘黄河到底怎么威胁你了？我找人揍他去。没事儿，我应付得来。吃奶糖补钙，免得以后长不高。姐，你哪来的钱？你捡破烂的时候怎么不带上我？帮同学做作业挣的。班上有个同学成绩差，偏偏父母是有本事的文化人，逼得紧。真好吃。姐，你的同学叫什么？他家还有弟弟妹妹没有？还敢帮人写作业？好吧，那我先走了。刘红河要再威胁你，你记得把我喊上，我替你揍他。太难了，吃点东西还得偷偷摸摸，不把东西的来源过个明路，想接济一下家里人都不行。所以这工作还真是非找不可。我家商量的差不多了，我妈身体不好，准备办并村让我接班。楠姐你呢？你家怎么打算的？我妈应该不会同意，划不来。她熬到现在工资38，学徒工才18，家里花销都不够。那你毕业怎么办？下乡吗？你们单位还招人吗？不招，而且接我妈的班，工资得全交给家里，我一个月就只能捞到1元的零花钱。行吧，我再想想办法。实在不行，就听我妈的安排，去相亲。我给小南相了个小伙子，电厂的，父母双职工，独生子，嫁过去日子肯定滋润。礼拜天好好打扮一下，去见见。这家条件听起来还真不错。那可不，就我家小南这大眼睛高鼻梁，当然要挑好的。那人长得好看吗？好看，长得可板正了，就是眼光挑剔，也喜欢好看的。你这么好看，保准他一眼就看上。行，先看了人再说。
再多问问，看有没有适合红英的。她这么大也该嫁了，别到时候姐姐在家，妹妹先嫁了，惹人笑话。这可不怪我，我都不知道给他介绍多少个了，他一个都看不上。想攀高枝，也得看看自己什么样吧。去年给红山找工作借了一大笔钱，家里紧绷得很。你今年要再不嫁，我也不管你了。大姐，你哭什么？不就是嫁人吗？二姐都准备嫁了，你为什么不嫁？同样是相亲，胡美丽给林向南挑的都是优质对象，给我介绍的全是歪瓜裂枣、条件极差的人，根本没法比。大姐，你光哭顶什么用？有事你倒是说啊。没什么。你真打算嫁人吗？好人家哪那么容易找？要是嫁得不好，后半辈子就毁了。因为我不嫁人，爸妈都骂我，可他们也不看看介绍的都是什么人，我怎么敢嫁？哭，一天到晚就知道哭，福气都被你哭没了，越哭日子过得越苦。你嫌弃长辈介绍的，就自己去找好的；不想嫁人，就自己想办法找工作。一天到晚就知道哭，要哭也去你爸跟前哭，跟我哭什么？还吵得我睡不着。终于清静了。雪花膏多抹点，头发我重新给你梳，松松垮垮的，一点都不精神。这样挺好，头发扎太紧会脱发。瞎讲究。行了，走吧，别迟到了。居然真的长得不错。我还不知道你们这些年轻女孩子就喜欢小白脸。我带了2张电影票，要不要一起去看电影？电影有什么好看的？就去公园散步。行，那就去散步。听说你家兄弟姊妹多，毕业找不到工作就要下乡，是真的吗？这不是在相亲了吗？你这种怕吃苦的思想，要不得。我脚疼，不想去公园了。咱们站会儿，就回去交差。行，那就站会儿。你长得很好看，但就是不会打扮。如果不是你这张脸确实不错，连公园散步我都不会跟你去。你今天的辫子编得真丑。听你说话，我就知道你是个直肠子，长得倒是人模狗样，说话怎么就不带脑子呢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夸你，你居然骂我！夸人？有你这么夸人的吗？我就这么夸人的，你要习惯。还有，你这脾气也不行，得改。你这是什么态度？脑子有病吧你！那么好的条件，你没看上？这个不行，再帮我物色几个。我真是上辈子欠你的，这辈子来给你当牛做马。挑，我看你最后能挑个什么样的。姐，你怎么躲在这儿不回家？这2天你回来越来越晚，妈特意让我出来找你。我能有什么办法？他这2天唠叨死了，我当然要躲着点儿。你先吃，吃完再回去。那个赵琪怎么突然来家里了？我就比你先回来一会儿，没听到太多。不过听那姓赵的意思，他是想跟你互相了解。什么？有没有搞错？这姓赵的脑子有病啊！他是来找骂的吧？妈跟大姐对他可热情了，我都好几天没见妈笑得这么开心了。他倒是开心了，我不开心啊。这赵琪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肯定是觊觎我的美貌，见着好看的姑娘就巴巴的凑上去，也不管合不合适。二姐，你倒是谦虚点啊！哼，这叫有自知之明。
那咱们就在外面玩，等到饭点了，他肯定就走了。他空手过来的，哪好意思蹭饭？行，咱们去外头溜达一圈。你这孩子跑哪儿去了？这么晚才回？赵同志是来跟你借书的，他有个表弟想看看高一的课本，你快去帮赵同志找一找。我高一的课本都借出去了，你找别人借。小南，你怎么能这样？我都看过了，课本全都堆在你书桌下面，你这不是让赵同志白跑一趟吗？赵同志听明白了没？我姐说的没错，我就是故意不借的。姐你也真是，婉拒不好吗？非得这么伤人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管你什么意思？都到饭点了，你还不走？想留下吃饭啊？我们家可没余粮。老娘真是给你脸了！妈说你好日子过惯了，饿2顿就知道好歹了。那个赵同志是妈精心给你挑的，你怎么就看不上呢？你不该拒绝他的。跟你无关的事儿，少管。我也是关心你。拉倒吧，你什么心思我还能不知道？你要喜欢赵琪，你自己上，别在我跟前唧唧歪歪。这个小钱年纪比你大几岁，是个老实孩子。不行，他长得太老了，年纪轻轻的长得那么着急。这个小孙嘴甜，会说话，知道上进。这个也不行，油嘴滑舌的不靠谱。这个小李家里4个兄弟都在城里工作，有个姐姐下乡了。不行，这家兄弟太多，还重男轻女，麻烦。这还没见面呢，你就不行了？礼拜天你必须去见，要是再看不上，老娘我也不伺候了，你自己找对象去吧。见我见，小事而已，你生气做什么？你就是林同志吧？胡阿姨跟我说你长得俊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不好意思，我觉得我俩不太合适。这徒有其表的男人还挺抢手。向南同志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随便走走。是来相看的吧？而且还没看上。我听刘姨说了，你跟我那是第一次相亲，不知道好赖。现在见多了，应该就知道了。像我这样的好男人不多。明明那么普通，却还那么自信。正好，我也没看上其他人，就看中你了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多了解了解。你上次不是想逛公园吗？我们一起逛吧。谁要跟你逛公园了？你再往前走2步，我就告你耍流氓了。我看小赵挺好的，你怎么就是不满意？男人嘛是要教的，你现在看不上，教一教不就好了？这2本书除了我，就只有家里人能接触到，班里的同学看都看不到这本书，根本没机会塞情书。除了同房间的刘红英，不会有其他人。小南，你看什么呢？心情这么好？看一个傻子写给我的情书。可惜了，妈说的对，赵琪这人不错，过2天我就跟他确定关系。你既然不喜欢赵琪，就别勉强自己。这段时间真是麻烦你了。赵琪老找借口来家里，过2天定下来就不会了。不麻烦，赵同志说话做事都很客气。哦，是吗？那就好。对了，妈是不是又给你介绍了个对象？那男人的父亲瘫了，让儿子回城接班工作。机会是抓在自己手里的，别家里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我哪需要你来教，我心里有数。哎呦，哪吒不要脸的，简直伤风败俗，太不像话了！谁呀谁呀？究竟是怎么个事儿？误会，我跟他没什么。我们什么都没做。
你个不要脸的！人家追求小南，你插一脚算怎么回事？妈，你别冲动，好男人多的是。你们丢人现眼的东西，给我滚回去！爸，我知道错了。赶紧跟我回去，给你妈和妹妹一个解释。你看他们那样子，肯定又想轻松接过去了，这你都能忍啊？离婚，必须离婚！这日子我跟你过不下去了。妈，我支持你。妈，我也支持你。长辈的事情，你们小孩插什么嘴？有事咱们回家去说，别在外面让大家看笑话。笑话？我早就是个笑话了。院子里谁不知道我们家小南根本没看上那姓赵的，是他死缠烂打。可不是嘛，太欺负人了。小南是个软柿子，美丽可不是个好欺负的。这么晚了，大家都赶紧回去睡觉吧。2个小年轻处对象而已，有什么好看的？你跟红英的事儿，这么多人都看到了。你明天请你的父母过来一趟，商量亲事。今天家里事儿忙，我就不留你了。还商量？商量个屁！老天爷，我的命怎么这么苦？摊上你们这群混蛋，欺负我们孤儿寡母，也不怕遭天打雷劈！跪下，给你妈认错。妈，我错了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只是今天赵琪突然抱住我，我又不敢大声嚷嚷，才会被人发现。我也没想到赵琪居然是那样的人。那你去告赵琪，我还有院里的人都能给你作证。可被人撞见了，我没好人家敢娶我了。我知道小南看不上他，所以我才替他圆谎的，我也是没办法了。赵琪是跑了，不是死了，他明天还来的，到时候他说的和你说的不一样，那就好玩了。事情已经这样了，咱们先商量怎么解决。我先表个态，家里几个孩子，小南必须留城。找工作的事先紧着小南，你看成吗？你能保证给我找到工作？看吧，他到现在都还在敷衍你。妈，离婚吧，我支持你。你这个搅屎棍，把嘴闭上！你个没良心的，敢动我女儿，我今天跟你拼了！昨晚你对我妹妹动手了？他打我脸了，反正日子过不下去了，我要离婚。大哥，你看看我的脸，我都这样了，还要我怎样？不管怎么样，你一个大男人对女人动手就是不对。我们老胡家就没这个规矩，我就这么一个女儿。美丽在家的时候，我最宠的就是她，不能叫她受了委屈。她离婚的事儿，我支持。爸，我跟美丽这么多年感情，这是原则性问题。当初美丽跟你在一起，看中的就是你老师，谁知道你现在还能动起手来了？我没打算跟美丽动手，是小南先气我的。哼，明明是你先拿茶缸砸我的，还跟我妈动手。哟，刘家正热闹着呢，谁是刘红英啊？我的好儿媳，快出来给我瞧瞧。边上等着去，我正在跟姓刘的商量离婚。等我们商量完了，你再去跟那姓刘的说小辈儿结婚的事儿。小南马上毕业，刘红英抢的只是男人吗？她抢的是小南留城的机会。我家孩子老实心疼我，但我也不能让刘家欺负我的同时还欺负我孩子。美丽，我一直把小南当亲女儿。行了，大家心里都有杆秤。家里现在有80块存款，去年给红山找工作花了500，有300是借的。这个债红山自己还，但家里也是出了200的。这80块钱该是我的。锅碗瓢盆对半分，房子是厂里的职工房，找到新住处之前我还得住这儿，房租1人1半。行，既然你要离，那就离，但你以后别后悔。都一个糟老头子了，还真当自己是什么稀罕物色？别说现在，年轻时候也没招人喜欢。好了，别说那些有的没的，赶紧商量分家。下午就去把手续办了。你们家的事儿我也听明白了，我们赵家可不敢娶这样的媳妇。昨晚的事儿我问过我家赵琪了，有人给他递纸条，让他在那里等，落款是男，结果他一等就等出问题。反正我没写。纸条不是我写的，明明吃亏的是我，为什么你们都要怪我？你这样的媳妇儿，我们家要不起。你非不承认的话，那就报警，让他们查字条是谁写的。好啊，那就报警，查字条是谁写的，再让他们查查昨晚赵琪是不是占我便宜了。你个不中用的混账玩意儿！要娶这女人也行，1分钱不给，彩礼自己挣，结婚地方自己找。好，既然你们不想结亲，那就送你家小子进去，反正红英不能白吃这个亏。我娶。我知道刘大哥心疼女儿，是我家小子不懂事儿，昨晚吓到了红英。你看这样成不成？我家出100元算是补偿，彩礼的话赵琪自己挣，但他手里没攒下钱，想备其结婚的东西还得攒2年。只要红英不再纠缠昨晚的事儿，这钱直接拿走。
200，这件事影响了我的名声，1、2年内我都没办法正经说亲，赵琦得赔我200。家里就100的积蓄，多的没有。行，这事到此为止，但你们得写保证书，免得以后翻旧账。还看？再不老实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那恶婆娘太嚣张了，幸好你没看上那姓赵的。妈，把离婚证明给我看看，我还没看过呢。小心点儿，别给我弄坏了，我花了钱的。爸，那100块钱能不能？家里还欠着债，这钱得还人家。可因为赵琦的事儿，我这2年我都不能正经说亲了。那你就在家待着，爸养你。我早就料到了，不管是彩礼还是补偿款，只要到了家里，好，这100块钱就当是我交给家里的伙食费。亏我费心给你找对象，100块换你现在的好名声和将来的好音频，你可真会算账。妈眼里的好姻缘，就是赵家那样的。赵琦他妈是厉害，但也得看是对谁。要是我家小南，赵家早8台大轿娶回去了，什么锅配什么盖，人家也看不上你。你都跟我爸离婚了，那点好心还是你自己留着吧。行，反正你都跟我没关系了，我懒得跟你多说。你怎么过来了？家里的事儿解决了？解决了，我妈把婚离了。因为房子的事儿来的吧？你可别送了，我妈又不是领导，帮不上你。没看我们家也挤得慌吗？我就是问问换租和建房的事儿，东西都买了，总不能提回去吧？咱俩吃了得了。你要是想赶紧搬走，换个更小的房子倒能办成，想换大的就别想了。今年哪个厂分房也轮不到你家，有些人家3代人挤20多平都排着队呢。那建房怎么弄？找所长签字批地皮就行，一般情况下不会批，但也有例外。例外，让你姥爷去找所长反映，多跑几趟，态度坚决点，准能成。我表哥正处对象呢，现在还睡客厅，因为房子的事儿，连婚事都耽搁了，这可不行。就是这个理。哎，你这点心家里还有呢，留着你吃吧，我带回去了也得挨训。接下来必须说服我妈和几个舅舅一起凑钱建房，这种事大多都是几家人合作，一家人可凑不出那么多钱。你干啥去了？我跟你说过的话，你就当耳旁风是吧？妈，你放心，问题不大，我就帮忙牵了个线，不小心捡了个漏。钱呢？钱给你也行，但你得答应我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叫上舅舅他们一起建房，到时候我要有间自己的屋子。你这孩子就是不会花钱，这才刚吃饱饭就想住大房子了。咱们这个屋子不是挺好的吗？你吃饭不用花钱啊？你不答应就算了，我把钱藏起来不给你。行，答应你了，给点钱还谈条件，白养你这么大了。先给500，新房动地基了，再给另外500。好肉都被糟蹋了，瘦的柴，肥的腻。胡女士这手艺真是一点长进都没有。你帮大哥安排出路，偏偏让我去乡下，难道我不是你的孩子吗？你大哥那是运气好。我处了个对象，我跟他说好了，等我把钱还完，攒够了钱就娶她。她是个好姑娘，我不能辜负她。你不能辜负外面那女的，你就能辜负你亲弟弟。谁爱去谁去，反正我不去。你们要是逼我，我就离家出走，再也不回来。我都有点同情刘洪河这个傻小子。同情他做什么？之前妈离婚的时候，他还替刘红英打抱不平呢。现在轮到他也是活该。我就是单纯的同情他傻而已，这时候还看不清形势。姐，想不想看刘洪河笑话？我知道他在哪儿。你说要离家出走，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。我懂了，你应该是故意这么说的，跟家里人谈条件。鲁迅那篇拆屋顶的文章我也看过的。什么文章？就是如果你想开个天窗，直接提大家不会同意，但你主张拆屋顶，大家就会后退一步同意开天窗。洪河想要工作，家里不给，但如果他闹得狠一点，家里人肯定就会后退一步，愿意给他找工作了。没想到你居然是这样的人。我也没想到。
刘家都不是啥好人，我见着刘弘仪这人就烦，居然敢抢你的对象。你可别瞎说，我都没看上过那姓赵的，也就刘弘仪当个香饽饽。不过就刘山河这样子，他们家怕是还有的闹了。我就是心疼你跟妈两个，大哥又不在家，我得护着你们。别闹，咱妈可没吃什么亏。胡美丽跟刘老黑结婚本来就是搭伙过日子，现在各自孩子都大了，一牵扯到孩子利益，说散就散。而且我猜胡美丽手里肯定还有100-200私房钱。早猜到会这样，所以我1分钱都没放在屋里。胡女士，跟我比藏东西，也不看看我是谁。这被单不是才换的吗？又不脏，妈怎么又帮我换了？不知道，可能是妈想洗东西了吧。但是妈不在家哎。橱柜里的肉不见了，妈应该是去舅舅家了。妈去舅舅家怎么不叫我们？姥姥炸的肉丸子最好吃了，也不知道今天晚上能不能在舅舅家吃饭。妈，你怎么不叫我们？我倒是想叫上你们，刚吃完饭就跑没影了，跑得比狗都快，谁知道你们跑哪儿鬼混去了？你把钱藏哪儿了？外头可不安全，一直随身带着。哼，我不信你睡觉的时候还能留一只眼睛站岗。我睡觉的时候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你这孩子。一个人在前面跑得飞快，也不知道帮我提一下东西，胆子大了，都朝我撒气了。妈，给你带的。哎，你来就来，还带东西做什么？你一个人养3个孩子，本来就不容易，我可不敢空手来，不然嫂子该背后叨咕我了。爸跟大哥他们呢，我想找他们商量点事儿。你大哥去你嫂子那边吃喜酒去了，你2弟2口子去校舍排队买东西，你爸在厂门口跟人下象棋，你自己找他去。爸，和刘家住一个院子太不方便，现在孩子们都大了，结婚的房子也得提前准备上，所以我就想着自己建。是这个道理。我是想问问大哥还有2弟3弟要不要一起，到时候大家一起想办法。这事儿大哥他们要是不愿意就算了，我们小南在所里有人，到时候打听一下谁要建房子，我们上去搭个伙就行。我同学都还没去上班呢，听胡女士这口气，不知道还以为我同学是所长呢。自己建房的事儿，我肯定是支持的。这样，晚一点你们几兄妹凑到一起商量商量，商量好了再给老三发个电报，通知他一声就行。我先表个态，我是想要4间房的，小东和小西结婚的房子得备上，小南他亲爸留了嫁妆钱，他也该有间房。看什么看？我可不重男轻女，2个儿子有的，女儿也得有。知道你疼小南，我们这不是奇怪你哪来的这么多钱吗？就是大姐，你口风真紧，这么多年我愣是一点都没看出来。说正事儿，要不要建？建多少？花多少钱？我们家人多，不请人的话自己打地基能省一大笔。实在借不到钱，先建1楼，2楼以后缓过来再搭。明天我去找所长，不把条子批下来，我就赖着不走了。您出马，这事儿肯定能成。这是怎么了？院子里出什么事儿了？怎么都没人？胡阿姨，红河哥哥今晚没回来，不见了。我爸妈他们都出去帮忙找去了。哎呦，他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咱们也跟着去找找吧。中午的时候看到他在河边，他不会想不开吧？怎么可能？你看他像是敢做傻事的人吗？我猜他就是故意闹脾气，躲起来。红河这孩子平时倒是跳得高，但他哪有这心眼儿？才不是呢！今天在河边他还说要离家出走。说这个做什么？赶紧找人吧。天都黑了，说不定他已经回家了。我们还是先回去看看再说吧。孩子得是受了多大的委屈，才会跑到他亲妈坟前去哭。刘想哭的哭的眼睛都肿了。找到他的时候，我眼泪唰的一下就下来了。对不起，真是给大家添麻烦了。麻烦什么？都是一个院里的，不是我说你，你一个当爸的别跟孩子计较，有事好好说。是，我以后肯定注意。刘黄河这缺心眼的玩意儿，幸好我跟刘老黑离婚了，不然我这个恶毒后妈是当定了。亏我还担心他出事儿，找了他半天。我知道你是个心眼好的，是红河这孩子不懂事儿，让你们找人，你们就不知道去你妈墓前看看？最后红河还是被别人找到的，搞得我这张老脸都没了。
你们两个天天闷不吭声的，就没憋过好屁。红河再怎么说，那也是你们的亲弟弟，你们就不知道护着点儿？总不能把我的工作让给他，这我可不干。人已经找回来了，明天还要上班呢，咱们还是早点睡吧。我都是个因病返程的人，小弟的事儿，我什么忙也帮不上。养你这么大，就只知道吃饭，什么用都没有。哭哭哭，就知道哭，家里的福气都被你哭没了。你要敢学你弟弟离家出走，你就别回来了，你看我会不会找你？我就是去洗个脸。哼。妈，你是不是买了什么好东西，防我们偷吃？妈，你也太小气了，我弄到肉了就请你吃，你有好东西还藏着掖着，不像话。两个缺心眼的玩意儿就知道吃，我是防着红河气性大，乱碰东西撒气。你们刘婶今天看到红河跑尼基站去了，看到熟人吓得撒腿就跑。刘婶觉得不对，去问了工作人员，你们猜怎么着？你跟我们说话还卖关子啊？你这孩子会不会聊天？红河在问农药价格，虽然他当时没买，但谁知道他后面会不会赌气乱买？他跟咱们以前就不对付，可不得防着点吗？院子的几家都把粮食锁起来了，大家都住一个院儿，小磕小碰可不少。万一红河冲动，全得完蛋。刘婶瞎说的，我没去农机站，没去问农药的价格，也没打算攒钱去买。废品站这几天事情比较多，我这几天就不回来吃饭了。哥，你别委屈自己，我中午和晚上都可以给你送饭。不用，要的，反正也没几天了。哼，我能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？我就是故意的，说不定逼一逼家里，工作的事儿就成了呢。啊，我想你了，我不想下乡，我来陪你，好不好？不要死，大家一起死。梁河，你梦到什么了？我梦到我妈了，你们大半夜的不睡觉，叫醒我干嘛？你家小南毕业证都拿了，这事情该有个说法了。小南是女孩子，脾气软，我打算让小西下乡，小南留身边。你这思想工作我是做不通了，厂里的人也会找你谈，你好自为之吧。爸，你要私下帮我报名。瞎说，哪有的事儿？那你帮我找到工作了？爸这不是在帮你打听吗？砸锅卖铁也帮你找。实在不行，就把你姐嫁出去，把彩礼钱凑一凑，应该也能行。那要是找不到呢？是大哥把工作让给我，还是你把工作让给我？如果你去，爸肯定会每个月都给你寄钱寄票，日子不会难过。我不信，我一走你肯定就把我给忘了。大姐在乡下那么多年，你连问都没问过。反正我是不会去的。爸，你就算给我报了不明，我也不去。我就去棚户区那边躲着，等你的接济。到时候厂里领导找你谈话，你可别把我交代出去。我这是上辈子欠了你的。我听说刘老黑把工作让给红河了，那么年轻就退休，早晚有他后悔的时候。伸手问孩子要钱的日子哪那么好过？不过我也没想到，刘老黑平时那么粗心，关键时刻还是为了孩子退了一步，终究是一副慈父心肠。你之前不是说过2年把工作让给大哥，让大哥回城？这跟刘老黑有什么不一样？当然不一样，你们3兄妹，小东吃的苦最多，我总不能只替你和小西打算。幸好离得快，不然天天吃玉米糊的伤心人就得多我一个了。不行了，扛不住了，能不能换点花样吃？就玉米面最便宜，过几个月红薯下来给你换红薯，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，你就别挑了。你做的玩意儿当时填饱了，但饿得快，吃再多也扛不住。先忍忍，下个月发工资就买肉。是替你还钱，你当然要叫我忍了。什么叫替我还？这是你应该的。要不是你非要顶爸的班，家里至于这么紧吧？吃饭就吃饭，吵什么？再吵都滚出去！哼！你给我站住！不是你让我滚的吗？救命啊！打死人了！是不是他们说不过你才动手的？这世上不是谁拳头大谁就有道理。你说的对。不过刘叔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以前靠工资确立权威，现在只能靠拳头。你以后还是听话点吧。还有，你不是在厂里申请宿舍了吗？住厂里吃食堂，不用面对家里这些糟心事。
下午回厂里，我就去跟领导申请。我住厂里去了，食堂吃饭1个月8块，剩下的10块交给家里，吃住都不在家，够意思了吧？当初借我帮的时候你怎么说的？这么快就不认账了？是你叫我滚的，8块钱就是填肚子的，又不是吃香喝辣。你要不服，去找会计替我领工资，大不了我预支下个月的，反正不能饿着自己。你这锅肉这么多啊？不多，20多个人，一人也就5块，吃个肉味儿。那匀我一块吧，我家小的在闹呢。这次不行，下次吧。这锅是给干活的人准备的，少一块就不够分了。牙膏和肥皂快没了，7毛多，你还要买卫生纸，1块钱又没了，这个月怕是省不下20块钱还债。就今年难过一点，2个弟弟都有工作，以后会越来越好。我上次跟你提的那个小伙子，你再考虑考虑吧，这人其实真不错。爸，那是个2婚的，我不嫁。嫁了人就不用顿顿吃玉米糊了，这都吃了快半个月了，还没吃够。能吃饱就不错了。以前在乡下，想吃玉米糊还没得吃呢。油盐不进，就不该让你吃太饱。这个林向南怎么天天往外跑？就连胡美丽也不急着给他介绍对象了。我就是想挖墙脚都没处挖。胡姨，小南也毕业一段时间了，就这么混着，不工作不结婚，急什么？等我们搬到新房之后，我再给小南介绍好的。不过你问我这么多干嘛？我就随便问问。你这随便问问，一看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，不会是又想挖我们小南的墙角吧？怎么可能？赵琪那次真的是意外。不对劲儿，这刘红英肯定憋着坏呢。刘红英最近老盯着你，肯定又憋着坏。要不找个男的试探试探他，看他到底想干什么。他要是真敢乱来，咱们就占理了。没必要，为这种人和我看不上眼的男的周旋，麻烦。什么意思？他早就想坑你了。你才发现，他盯我不是1、2天了。不过我每次回头都跟他对上眼，他大概也发现我在防着他。我找他去。不用，马上搬新家了，到时候他有话也使不上。而且刘老黑就够他喝一壶的。哼，也是，刘家现在1分钱掰2瓣花，刘老黑能忍他在家白吃才怪。对了，你大表姐明天下午有一场相亲，你跟着去长长见识。我不去。妈，你在开玩笑吗？我都相过多少次亲了，还需要长这种见识？我的意思是让你看人家正常人是怎么相亲的。妈，你阴阳怪气我不是正常人吗？对方身上有问题还能怪到我身上？退一万步讲，你搅黄了那么多场相亲，就算是退一万步讲，你也是有错的。行，去就去，我倒要看看表姐相亲有什么不一样。走，今天请你上国营饭店。姑姑说你年纪小没处过对象，让我教你，但我怎么就不信呢？你长这样，班上男同学就没一个对你有意思的？没有吧，反正没注意到。高中没处也好，那时候都没定下来，好多毕业就得下乡，万一你意志不坚定跟着去了，姑姑得哭死。你走前面，我在后面跟着。我相亲的时候，除了不羞涩，其他也差不多呀。同志，可以拼个桌吗？真不会选地方，第一次见面选饭店，话都说不了几句。小姑娘这就不懂了吧？看到没，人家点的红烧肉、青椒肉丝，2份肉菜，多能展现财力。哪怕姑娘看不上人，还能看不上肉。再看那男的胸口别了根钢笔，应该也是个小领导，工资高又大方，讨小姑娘欢心不难。你观察的可真仔细。这俩小伙子长得还真不错，就是看着不太好惹。先把你表妹送回去。我怎么没注意他们仨是一起的呢？你没看见这女孩虽然吃的是面，但人家的浇头是红烧肉和青椒肉丝吗？丢人了！你也不提醒提醒我，怪不得你一句话都不说。我不是在底下踩了你2脚吗？谁知道你是这个意思？我还以为在鼓励我跟漂亮姑娘搭话，你也不知道出个声。还出声？相亲那女同志我认识，吃面的那女孩我也面熟，到时候人家认出我来了，尴尬的就是我了。我好害怕，窝囊玩意儿！咱们3个人，还怕他敢动刀子？表姐，你不是说不怕吗？先前不怕，但现在不是只剩我们2个女同志了吗？先去报案。我是小男朋友，来找他聊聊天。八哥，别，我不是道上混的，你叫我马平川就好。这次来是想向你了解一些情况，咱们进屋说。
受害人昨晚抢救无效死了，现在排查人际关系。你昨天笔录时说听到了哐当声，能确定方向吗？右前方。我们查过周围，没血迹，没脚印，凶器也没找到。你能不能跟我去现场再回忆一下？行。怎么了？刚有个人又缩回去了。可能看热闹的。杀人犯，这里死过人，正常人嫌晦气，很多杀人犯会回现场看查案进展。我不会被变态盯上吧？哪儿来什么变态杀人犯？你放心，很快就能抓住。有线索了吗？暂时没有。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找到一点有用的线索，想问问那天你在墙头看到的人长什么样？3个都像，我那天只看到头发，没看到脸，认不准。要不钓鱼执法，搞个假证据，放消息出去，只透露给嫌疑人，再找相熟的人去蹲守。上面不想闹大，怕引起恐慌，除了住附近的人，好多都不知道这事儿。那就私下做呗，只把假消息透露给怀疑对象。同志，我脚崴了，能不能扶我一下，送我回去？你稍等一下，我喊个大娘过来帮你。回去晚了，来不及做饭，我爸又要打我。你是警察，能不能管管他？你怎么知道我是警察？是他吗？是他吗？走，抓去局里审去。他肯定有问题，先带回去。我真不知道什么杀人犯，我就是听说你是警察，想请你帮我说说我爸，顺便想认识认识你。就为了找个对象？我不信。你跟那个杀人犯是不是同伙？是不是想打探案情，通风报信？我真不知道什么杀人犯，我不知道你一个人在那里是为了办公务，要知道的话，我就不会这个时候来找你套近乎。我都解释的这么清楚了，你放我回去吧。放你回去？不可能。首先，你的嫌疑还没完全排除；其次，你打算讹我的事儿，就准备这么算了。他可能真跟这个案件没关系，就纯惦记你。惦记我？我就来找你是跟他打过照面啊。你不知道，他爸想逼他嫁给一个2婚的，你单身兼务同样工作也正常。你这遭可能是被我连累了。他上次赵琦得了好处，这次想故技重施。我跟他可没抱一起，我好多同事都可以给我作证，我把他按地上了，你可别乱说，坏我名声。3年，就讹了个人，判了3年，这是踢到铁板了。我还以为他教育几句就会被放出来的。这孩子也是可怜，被他爸逼得没办法了，但也不能随便拦着公家的人啊，这不是添乱吗？我早就说他要栽在找对象上面，看吧，果然栽了。不过红英都被抓了，赵家那100块钱，刘家还不还呢？肯定还呀！刘老黑想赖账不还，那不成帮凶了？那100块钱还回来。家里暂时凑不出，能不能先写欠条？行，利息就不算了，年底前还清。忙碌了这么久，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房间。美丽，你不是在给小南商看吗？我看中一小伙子，就以前我们的院子隔壁顾家3小子顾振华，你应该见过。顾家不行，顾振煌名声那么臭，小时候见谁打谁，跟他爸妈对着干。小南嫁过去肯定被欺负。那都是外人瞎说的，他去部队几年也混出头了。当年我在河边崴了脚，差点掉河里，是这小子背我回来的，人品不错。至于顾家，小南有自己的房间，又不住顾家，你就当捡个儿子。可顾家那窝烂摊子，你信我？我坑谁也不能坑亲外甥女儿。这小子是真不错，长得也俊，保准小南看得上。你们年轻人眼光不一样，身边有没有20出头的小伙子？你推荐的，小南应该能喜欢。我这儿刚好有一个叫顾振华，可有担当了。上次那个伤人案，又是他。伤人案又是怎么回事？你跟小南是不是有事瞒我？没有，
就是那天带小南相亲，路过巷子撞见，我们报了案。那现在这个案子查出来了吗？查出来了，是因为钱闹的。死的那个人私下借了一大笔钱给他朋友，他去要账，他朋友没钱还，双方起了争执，就出了事。那这事儿跟顾振华有什么关系？上次在警局，那犯人的家属情绪激动想闹事儿，顾振华一下子就把人给撂倒了。大哥和亲侄女都推荐了同一个人，这人真有这么好？要不让小南试试？我家里的情况，你跟人家姑娘说了没？还真有人敢跟我相亲。那可是我亲外甥女，我能忽悠她？叔都把自家人介绍给你了，你可别给叔掉链子。你敢让你外甥女住我家？不说我家里有没有多的房间，就我爸妈那性格，一般人也受不了。当然不住你家了，到时候你来我们那边住，我们那儿可是刚建好的新房。还有，你这么多年手里应该也攒了不少吧？到时候你多添点彩礼。可是，大家都知道我性子直，以前不懂事，惹了不少闲话人。你小时候是混账了一点，但现在不是好多了吗？我都跟我外孙女说了，你在部队都改好了，是个正直善良的好孩子，你可不许拆我台。你外甥女喜欢什么样的？我们家小南是个有主意的，也有胆色，你这种性格说不定正对她的口客。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什么时候受的伤？严重吗？昨天不小心碰到了旧伤，就包扎了一下。叔去给你倒杯水，你先等等，小南马上就回来了。待会儿一句话都不说，老实成呆子最好。年轻小姑娘最讨厌这种不开窍、不会来事的。姥姥，快帮我们分西瓜！去，小孩子边上玩去，晚上回来再吃西瓜。小南，你过来。你们年轻人先聊，我去给你们洗水果去。我上次见过你。是，上次在国营饭店见过。林同志，我叫顾振华，今年24岁，16岁就去了部队，现在副营级，现在工资1个月89元。这些大舅没跟我说过。你多高啊？1.85米。不错，身材、身高、长相我都喜欢。你手怎么了？小伤，就不小心碰了一下，不严重。你这次休假还剩几天？是不是很快就要回去了？是，我假期就剩几天了，但这时间也足够我们互相了解了。大舅跟我说过顾家的情况。顾家人你可以不用搭理，我这个级别，家属可以随军，不用住顾家。如果你要求的话，我也可以入赘住你家。休完假我还要出趟任务，回来我就申请住房，让你来随军。随军就不用了，而且现在说这些也太早了。多好的工具人老公啊，脾气好，身材好，没有婆家的麻烦，一年也只出现几十天。爸，这是毛桃，你都不削皮吗？削皮？你别逼我削你，你去年吃的时候洗都不洗，现在倒是讲究起来了。那能一样吗？这可是给我小楠姐吃的。我来削，我刀工好。削好再切块，插上牙签，别让我姐吃的时候脏了手。好，明白了。这小子是开窍了啊！今天相亲怎么样？第一印象还不错，我就说他这人不错，你应该能看上。这可比我上次相的那个好多了。你既然看得上这人，你怎么不自己下手？我没房啊，我可不想住顾家。而且现在顾振他人还挺不错，但他小时候可太讨厌了，抢我东西吃，还打哭过我好几回，都给我留下心理阴影了。他连女孩都打，小时候分什么男女，反正我们那条街上跟顾振华年纪差不多大的都被他欺负过。虽然他当兵之后就没见过他再动手，但小时候的债也是债呀，活该他单身这么多年。可顾振华的条件不差呀，这都没人心动，因为其他人不知道顾振华提干了，顾振华没对外说过，就我爸知道，这就叫肥水不流外人田。有好事儿，我爸当然要先想着你啦。我房间里有电风扇，要不你拿回去自己用吧。哪有把礼物带回去的道理？我在家里就住几天，用不着电风扇，你留着吧，给胡阿姨、给小西弟弟都行。那你把东西放这儿，我们出去走走。听大表马说，你小时候把他打哭过，你现在不会对女孩子动手了吧？那都是10几年前的事了，我早就不对女孩子动手了。小时候吃不饱，差点饿死在家里，只能去抢别的小孩吃的。吃不饱还长这么高？我13岁的时候认识了钱婆婆，跟着她我才吃饱了饭。后来她去世了，还把我托付给了她儿子的战友。钱婆婆看到你现在这样，应该很开心。我以后会把日子过好的。
振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刚好我有事跟你说。这人是谁啊？我爸，顾福根。你大嫂给你介绍了个对象，是他们大队支书的女儿。你明天跟我去看一眼，你要是看中了，就趁这几天假把结婚证领了。谁让你给我介绍对象的？我的婚事我自己有数，不用你操心。我这不也是为了你吗？你都这个岁数了，都跟你说了，不用你管。你赶紧走，我忙着呢。我爸刚刚就是来捣乱的，我就只看中你了，绝对没有跟其他人相亲的想法。顾振华这人会川剧变脸吧？还有2副面孔呢。就冲这身材和体力，跟他结婚也不亏。强身健体丸我连吃了1个月，实力也不容速教。真要是过不到一块儿，我也能保护自己，没在怕的。我给小南陪嫁1间房，所以我也不要求你那边准备新房子，你只需要买个自行车、录音机，再买个手表，然后再给100块的彩礼就行。就算是在农村，男方结婚也得准备新房子、置办新家具吧。这方面我体谅小顾没有，我就没要求。我疼女儿，愿意给她赔个房子。我把最困难的问题解决了，男方这边也不能什么表示都没有吧？好，就按您说的办。明天把东西送来，先定下来，结婚报告批了就领证。亏了，要求提少了。入赘不行，你是顾家的儿子，哪有倒过去的道理？胡家有儿子，凭什么抢我的儿子？家里白养你20多年。说什么笑话呢？真这么看重儿子，老4老5会饿死。要不是别人给我饭吃，我也早就饿死了。别跟我提什么白养不白养的，你们是只管生不管养。我的事儿不用你们瞎操心。你们要是敢去瞎搅和，把我的亲事搅黄了，别怪我不留情面。结婚申请批下来就给你写信。好。和顾振华相处起来确实很舒服，现在人走了，还真有点舍不得。准姐夫一走，每天的雪糕和糖也少了。你这话说的，我哪天不请你吃雪糕？但你每天就请1根。我那不是怕妈念叨吗？对了，顾家那边什么动静？挺老实的，没什么反应。不应该啊，顾振华都走了，他们还这么老实？可能是顾大哥的余威犹在。我看顾福根今天走路都还不利索，不可能这么快就把顾大哥的话忘了。还以为顾家人会来找麻烦，正好跟他们讲讲道理，尤其是顾振国。算了，等下次。顾振国看起来伤得挺重的，你想给下马威，也得让人家先把伤养好。姐，你可别虎了吧唧的，把人打出问题来了。知道了。我们家小南都定亲了，可别给小南介绍了。我们家老大虽然没了根小指指，但又不影响生活，而且人老实，比顾振华不知道好到哪里去了。小南虽然已经被顾振强欺负过，但我们家不嫌弃。胡说什么呢？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儿！你敢打我，我跟你拼了！你还打了，你闺女做了坏事还不让说了？你儿子给我女儿提鞋都不配，打一辈子光棍也是活该！不准走！乱传我家小南的谣言，我要送你去警局！我哪里乱说了？顾振华亲妈亲口跟我说的，还能有假？要不然你女儿怎么会跟顾振华的婚人定亲？这顾丑妮2口子真是越来越不靠谱了。怎么说也是自己的亲儿子，怎么就见不得他好呢？走，带上他去顾家当面对质，找顾丑妮把话说清楚。小孩不准去，真闹起来顾不上你们，都好好在家待着。小南，你也留在家里。顾福根毕竟是长辈。我不跟顾丑妮夫妻计较，我就找顾振国把账算清楚。行，亲自活动手脚才能不憋气，记得先讲道理。明白。我没说过，你污蔑我！
就前天你在药厂外头那棵树下跟我说的，好多人都看到了。除了我，你这2天还找刘大姐、徐大姐偷偷嘀咕了，说的肯定也是这些话。我不信你能赖掉。我就是看见他们走得近，孤男寡女的不像话，敢做还不让人说了？给我上！顾丑妹也真是糊涂，亲儿子的婚事都要搅和，什么玩意儿？早知道他这么能作，我当初就该多踹2脚顾福坚。顾振国说我打人比顾振华还痛，下次他们再犯，我还去。行，这门亲事我看越看越合适。怪不得顾振房每次回来都跟他哥讲道理，真解压。美丽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我二婶家的女儿翠翠在国营饭店上班，现在怀了双胞胎，怀相不好，想辞了回家养胎。真的，千真万确，办手续补岗位名额一共600块，你赶紧凑钱，现在工作紧凑，被抢先就麻烦了。收拾一下，去你大舅妈的二婶家，把工作的事儿定下来。顾振华说结婚申请批了，我都用不着下乡了，还找工作干嘛？你大哥还在乡下呢，先把岗位占着，以后他回城才有周旋的余地。那今天先给100的定金，明早小南跟着翠翠去单位交接工作，然后就给那剩下的那500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行，就这么办。明早让小南在西区那个国营饭店门口等着就行。老天爷，你切那么多土豆做什么？这得吃多少顿啊！赶紧把刀给我放下！你还说我？你刚刚就只顾着吹牛逼去了。吴翠翠的岗位是厨房帮工，帮忙切菜的，你也不想想，到时候我该怎么圆？你这不是典型的管杀不管埋吗？怕什么？你切不了菜，就让领导给你安排别的活，只要你态度好，我不信领导还敢开除你。还有，咱们事先说好啊，你每个月的工资得交给我。妈，你听听，你说的这是人话吗？我累死累活干1个月，工资全给你，可能吗？周把头都没你这么狠的。那给你留1块的零花钱，够了吧？还不够，你桃花姐1个月也是1块钱，她够花，你肯定也够花。再说了，你自己不仅有私房钱，等结婚了，你还有小顾的工资用，最多2块，不能再多了。1半？什么1半？你想要留1半工资？这也太黑了吧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上1个月的班，最后到手1块钱，这种日子我没法过。况且桃花姐只留1块的零花钱，是因为她吃穿家里都包了，你能管我吃穿吗？行行行，1半就1半。老娘真是白养你这么大了，翅膀硬了就跟我提条件了。先带你见赵店长和张大厨。好，咱们店里5个人，店长赵有良，大厨张大胖，学徒张勇，帮工叶飞燕。活儿不累，最不能得罪的是张大厨，这店他说了算，店长都得哄着他干活。那张大胖厨艺应该挺不错吧？我还没来西区这个国营饭店吃过饭呢，今天我可得好好尝尝。当然，张大厨可是咱们饭店的招牌。幸好我接的不是厨师的班，否则我连来都不敢来。你肚子那么大，是该在家里好好养着了。也就是现在没这个条件。以前我媳妇儿怀孕的时候，我隔几天就给她炖鸡吃。我闺女生出来白白胖胖的，可招人喜欢了。张叔，这是我大侄女林向南，我回去养胎，她来接我的班，你以后可得多多照顾她。张爷爷，你叫我小南就好，以后有事儿您尽管使唤我。叫什么爷爷，叫叔就行，咱们各论各的。你这丫头长得有福气，我看着就喜欢。行了，去忙吧。你扒蒜去吧，这菜我来切。不用，我能切好。小南你就给他吧，人家练刀工呢。你多大了？家哪儿的？结婚没？跟吴翠翠什么关系？叶大姐，我干活呢，不能分心，不然我怕切到手。你这速度也太慢了，一看就是在家里干活少了，切个番茄而已，切那么规整做什么？2、3刀的事儿。小南还是别跟叶大姐学得好，番茄的地都不切，师傅看到了又要说了。说就说呗，又不少块肉。张大胖就是瞎讲究。不用问，这蒜肯定是新来的剥的，干净。干净是干净，就是慢了点儿。平时半小时的活，今天干了40分钟。慢点怎么了？又不赶时间。张师傅，你今天是不是又卤东西了？卤汤分我点呗，我拿回去煮菜吃，沾沾肉味儿。我凑一锅卤料容易吗？你就想白拿？今天卤的是猪肉，不要票的话，我花钱买行不行？算你运气好，今天的肉是不要票的，
只要钱，待会儿分你半斤。我也要。唉，店里又来了个大馋丫头。姐，能吃吗？跟饭店厨师换的，吃吧。就2个饼，3个人分。家里的粮食快见底了，真不够吃。这绝对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肉。你就没吃过什么好东西？这卤肉真香，不愧是大厨做的。幸好你机灵，把卤水也要回来了，明早煮菜吃。小弟，你烧煤炉子，我带回来的牛腱子还没卤，今晚小火煨上。把你弟使唤的跟小狗似的。他乐意。这么一大堆钢材，哪怕是生了锈的，那也是人家的东西，你们擅自做主就给处理了，这种侥幸心理绝对要不得。知道错了吗？下次还犯吗？知道错了，下次不敢了。家里缺你吃还是缺你穿？你去偷东西，我就是这么教你的。也不算偷，我们又不是去别人家里拿的，谁知道他会把家里还要的东西扔在那破地方，也没个人看着。还敢狡辩！妈，你别生气了，小弟这个样子还是作业少了的原因。这样，我去给他弄几套卷子来，他忙着学习就没时间出去玩了。成绩本来就稀惨，再不好好学，高中都考不上。就听你姐的，多读点书，养出点读书人的气质来。你现在看着跟街边小混混似的。1天2张卷子，不会的就翻书，不能空着不写。晚上下班回来我检查。你要是敢糊弄我，以后我就吃独食，不跟你玩了。你要是写得好，晚上回来我给你带胖叔熬的麦芽糖。嚼嚼糖，拿着玩儿。想吃蜜汁鸡翅，还想吃糖醋虾仁，这些我都会。你能搞来鸡翅和虾仁，我就做给你吃。那可说好了，下次我要是碰巧买到了这些东西，我就带过来找你。你放心，我做的菜保准好吃。我就想天天折腾这些好吃的，一点也不想上班挣钱。知己，绝对是知己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可见英雄所见略同。我说我第一眼看你就觉得顺眼，原来是有原因的。唉，不想上班。姐，卷子写完了，你检查吗？谁帮你写的？就我那几个兄弟。不过姐你怎么看出来的？你找人帮你写作业就算了，你倒是找个会的来啊！这张卷子上的数学题大半都是错的。这还没到过年呢，就给我行这么大礼。刚刚没站稳。今天又跟谁打架了？就上次废钢的事儿嘛，隔壁街寸头告的密，我们气不过，双方打了一架，又输了。他们人多，主动找事儿还输了，丢不丢人？明天多带点人，把场子找回来。你明天空闲的时候给我削一把小木棍，我吃糖用。好嘞，我保准给你削得干干净净，没有毛刺。削完了，我再给开水给你煮一遍消毒。小马屁精。小南，你礼拜天上班吗？要，我礼拜儿在休息。怎么，是有什么事儿吗？你表姨给你桃花姐介绍了个对象，你上班的话就去你们饭店见面吃饭，你能给她多上点菜？好，知道了。小南，慎念，你的照片已收到，过段时间请了寒假，可以回去一趟。怎么打到头了？去医院了没？没事儿，我脑袋不晕。都伤到脑袋了，所以你今天打架是打赢了还是打输了？输了。又输了。虽然输了，但今天打我那寸头，刚刚被他妈打得更惨，哭得鼻涕都出来了，我不亏。你还告家长，真不讲武德。管他呢，能出气就行，要面子做什么？以前寒暑假都有你姐盯着，你没闹出什么大事儿。今年你姐刚去上班，你就给我闹幺蛾子。明天你也别在家里写卷子了，去你姐那儿，让你姐盯着你写。
一上午就写了几道题，赶紧的。桃花姐，来坐这儿，我给你站好位置了。金戒指不会是假的，所以这磁铁应该是假的。对，磁铁是假的，你奶奶送我的心意是真的，比真金还真。你们家的心意实在是太贵重了，我受不起。今天的饭咱们也别吃了，各回各家吧。这段时间相亲可遭老罪了吧？可不是嘛，前2年我妈不急，今年我妈又催。我现在的行程比你毕业前后那段时间都赶。行了行了，别说那些糟心事儿了，坐下吃饭吧。今天这顿我请了。算了算了，我现在不饿，我回家随便吃点。怎么了这是？窗边那桌有个男的，有点像是桃花姐处了2年的初恋对象。怪不得跑那么快，都怪你这破磁铁，刚刚那场面多尴尬呀，还被前男友给看到了，我都替他尴尬。妈，你怎么了？你大哥回信了。大哥不回来，为什么？这混小子肯定有事瞒着我，8成是在乡下处对象了。去年他就没回来探亲，现在我写信让他回来，他都不回来，还真是翅膀硬了，连我的话都不听了。明天你去给你大哥发个电报，就说我快病死了，让他赶紧回来。好。你哥在乡下出什么事了？不知道啊，他信上又没说，就只说忙，请不了假就不回来了。要是说清楚了，妈也不至于气成这样，绝对是在乡下谈对象了。不敢说，妈每次给他写信都叮嘱他管住自己。他要实在回不来，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儿。而且就算他现在不能回城，过几年应该也会还有机会。他要回不来，你这工作怎么办？不去随军了？到时候再看，一个正经工作好处理。对了，过阵子顾建华回来，你帮我打听打听马平川的人品，他俩以前是战友。怎么，对他有意思？他暂时还没那意思，但我有。这才几天的功夫，我记得你前几天还是那个金戒指传家宝男，怎么这么快就跳到马平川这儿来了？别提了，晦气得很。就我之前偷偷处了2年的那个对象，你应该见过吧？有点印象。他前年就跟我分开，和别的女人结婚了。今年他跟他老婆闹离婚，他还让我别先找别的男人，等他离了婚就能跟我结婚了。我当时就把他骂了个狗血淋头。骂得好，这种渣男就不能给他好脸色。可我骂都骂过了，他还是一直缠着我。然后马平川撞见，就揍了他一顿，还把我送到了街口。英雄救美啊！我打听过了，马平川没结过婚，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还没处对象。你帮我问问。行，顾振华回来我就帮你问。振华回来了，坐这么久的车累了吧？先歇歇。小南下班晚，你先去客房休息。没事，我去接小南下班好了。好，你去。你今天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刚刚出来，第一眼就看到你了。刚回来，别靠太近了，有什么悄悄话等没人的时候再说。你同事在里面看着呢。不管他们，你骑自行车载我回去。好。你这次休几天假？一共10天，路上来各要1天，只能在家里待8天。我想明天就去领证，你的意见呢？我同意啊，明早去民政局前来饭店请个假就行，到时候我就可以休个3天的婚假了。对了，我还给你买了个男士手表，你回去带来看看合不合适。好，我回去就带。楠楠，你放心，你嫁给我，我不会让你吃苦的。我相信你。你家情况变了，现在是徐晓东做主，顾振国手里没钱，置办不了新衣服。听大舅说，他现在天天都上班，不迟到不早催，就怕扣工资和奖金，回家挨老婆骂。大嫂做得对，女人就该这样。徐小春这么做，我大哥勉强还能再救一救，我爸那样的人是彻底没救了。姐，姐夫走了吗？归队了。怎么了？大哥回来了，你回去的时候动静小点，妈正在气头上呢。没听见吵架声啊？关着门说的，但我听见摔东西了，陶瓷嘎子摔得补都补不好的那种。林向东，你别逼我在这大喜的日子扇你！
怎么办？妈，有话好好说。这一棍子下去，大哥人直接就倒了，哪还听得到你在说什么？你们一个个的，气死我算了！怎么办？我们赶紧背妈去医院吧。我背妈去医院。先掐人中，找个板车送，背起来太颠簸了。胡女士这演技可真精湛啊！小南，你这力道不行，再掐重点，掐出血都行。妈，你听到了吧？这可是姥姥吩咐的。妈耶，你心里没点数吗？你现在可是在昏迷，还想跟我斗？让开，我来。小年轻就是顾不住事儿，你妈都昏迷了，不掐重点能行吗？医院别找其他人，就找刘医生。哎呦，不孝子气死我算了！刚才眼前那么一黑，我都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。妈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以后再也不气你了。你给我滚出去！我见到你就来气。大哥，妈应该要在医院住2天，你回去把妈用的盆和毛巾都带来，再把妈房间里的暖水壶带来，我在这里陪着妈就行。妈，你怎么不说一声就突然演上了？幸好我聪明，不然谁给你打配合？还有，大哥在乡下究竟是个什么情况？你倒是跟我说说呀。你刚刚怎么不掐死我得了？你也是个欺软怕硬的，姥姥下的狠手，你来怪我？快点说，不说我在大哥面前把你的戏台子给拆喽，看你还怎么演。还能是怎么回事？就是处对象了。我之前老是在信里跟他说不认外地媳妇儿，他怕我生气，就没在信里跟我提。两人还在乡下摆了酒，你大哥想下次探亲时把人带回来给我看，谁知道我先把他叫回来了。那你现在怎么打算？没登记就不算结婚，我不认。趁这次装病，把病退手续办了，让他回城接工作，分开几年的姑娘自己就嫁了。你悠着点吧，可别把大哥逼急了。哼，这还用你说？妈，我别说话，你一开口就能气死我。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养这么大，原来是替别人养的。反正你以后都是要走的，你也别在我跟前假好心了，你走吧。小南，我怕是活不久了。等我哪天真没了，丧事你跟小西帮我办，不许通知你大哥。他不要我，我也不要他了。妈，说什么死不死的？你就是心脏不大好，好好养着，不会有什么事儿的。是啊，妈，你别生气，你的身体气不得。今晚就大哥你守着妈，我就先回去了，明天来接你的班。好。怎么样，大哥服了没？还没，他不仅没松口，他还有点怀疑我了。这都第4天了，今天刘医生都暗示我差不多就可以出院了，接下来咋整？林向东的家人是在这个病房吗？完了，这女人找来了。我是林向东的妹妹，请问你是？我是孙小蝶，向东应该跟你们提过我。妈，你没事吧？我在街上找人问路，就有热心的大爷跟我说你在医院里，我就直接过来了。别叫我妈，你叫我阿姨就行。去把你大哥给我找来，我有话跟小蝶说。你别太过分了，小心大哥回来跟你急。让你去就赶紧去，磨蹭什么？大哥，孙小蝶来了，妈跟她单独谈话呢，你赶紧去救场吧。没事，先把水接完。妈跟小蝶没有接触过，现在让他们多接触一下也挺好的。你就不怕他们打起来？小蝶不敢对妈动手，妈也不会从病床上跳起来打人，最多就是吵2句而已，还能增进一下感情。这可真是个过于稳重的慢性子，怪不得胡女士逼了4天，啥反应都没有。
向东发烧，晕倒在了地里，是我背着他去的医院。他刚来队上时干不好农活，都是我大哥帮的他。乡下生活要是不辛苦，我至于急着让他回城吗？你要真喜欢，你就放手。你现在留他在身边，耽误了他，以后他只会怨你一辈子。但我现在怀孕了，我不相信向东真的会抛弃我和孩子。要是向东真的不要我们了，那我也认了，就当自己眼瞎看错了人。这是捏到硬柿子了呀！老婆和亲妈都不是善茬，还都会跳水里，问他救谁，可真够糟心的。你怀孕了，晕车的症状又那么严重，干嘛大老远的跑过来？我怕你回来之后就留在城里跟别的女人好，不要我了。我就说我快病死了，你怎么不回来？原来是他拖着你。小蝶原本是想跟我一起来看你的，但她坐了1天的车之后就吐得不成人样，我就送她回去了。妈，我先带她去招待所休息。去什么招待所？不用花钱吗？家里有房间，住外面做什么？赶紧去给我办出院。一天天的医有医不好，还躺得我难受。醋放少了点儿，芝麻也该多放点的，不够香。确实没有胖叔做的好吃。今天妈在厨房，影响我发挥了。我们家在队上还算富裕，我以为向东跟我在一起是不亏的，可他们家这条件比乡下好太多了。向东回来能少受好多苦。今晚孙小蝶就挨着我睡，你们毕竟没领证，住在一起影响不好。孩子都有了，你还说这个？林向东都不介意自己留不留城，胡女士这么闹，到底图什么？我可以不拦着向东回城，但我不想和他分开。我的粮食关系转不过来，但花钱不就能解决吗？钱？哪来的钱？向东1个月18块钱，养他自己，养你，以后养我，再养孩子，正价粮都不够吃，更别说高价粮。就不能再找一份工作吗？如果我也有工资，可家里现在就2份工作，我能怎么办？明天我就让小西去接我的班，把这份工作先定下来，另一份工作随他们折腾。姐，你今天又订到什么好东西了？是不是买到胖叔上次说的王八了？不是，我准备让你去接我工作的班。姐，你是担心工作的事情出什么变故吗？昨晚我听见孙小蝶在问妈工作的事儿，她怀了大哥的孩子，万一妈心软了呢？大哥在乡下吃了6年苦，妈对他又心疼又愧疚，咱俩的位置越不过大哥去。行，回家我就跟妈说是我缠着你非要去的，要骂就骂我一个。这锅就算你主动背了，妈骂人的时候我也跑不了。才刚结婚，小南，你这就要去随军了？对，我们家那位让我先准备着，给我来信我就走。正好小西调皮，我妈正头疼呢，索性就让她直接来接我的班。你真走啊？你走了，我这厨艺就没用武之地了。还没走呢，不上班也能来找你蹭饭。不过在走之前，你可得多教教我。没问题。林夕，中午你没个兔崽子就算了，晚上还回来的这么晚，你自己说说，这像话吗？妈，今天我去饭店，让姐把工作让给我了。明天开始我不读书了，我去上班。你说啥？你再说一遍。我说我去接了我姐的班。动，妈，我错了，轻点啊！轻点？你还好意思让我轻点？林楠楠，我当初怎么交代你的？你就是这么给我办事儿的？不就是让我先把工作占着，关键时刻让出来吗？我这不是让了吗？没占你便宜。谁让你现在就让的？小西这学期学费都交了，4块多，白交了。你这么搞，我也不得不提前并退，家里1年少赚200多块。200多块啊，这跟挖我的心肝有什么区别？你们大哥今天还在跟我说，过2天他就回队上，饭店的工作让小西来做。你们大哥倒是知道谦让，可转头你们就先下手为强，这不等于把他往乡下赶吗？这话说得过分了，谁想赶大哥回乡下了？你可以让大哥接你的班啊。他是可以接我的班，
但你们就是这么想的。要不是向东，你连留城里的机会都没有。没有我，家里就不会有第二份工作。等明年大哥孩子都出生了，你也不用折腾着让他回城了。妈，不怪姐，是我求着他把工作让给我的，我这不是害怕吗？你怕个球！我是你亲妈，还能害你？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没良心的玩意儿？城里的工作真这么难得吗？是很难得，所以我现在的情况不适合留在城里。等探亲假结束，咱们就回去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抛下你的。但我听说别家也有我这样的，有的还能帮忙解决工作的问题。你们家3个孩子，凭什么就你吃亏？其实这么多年在乡下，我也习惯了，而且家里有了回城的机会，就立马给我写信，并没有亏待我。你身体还不舒服吗？明天我再带你去医院看看吧。不去，明天我想去逛公园，还想去看电影。钢厂里是不是还有娱乐活动室？你带我去打乒乓球吧。好，都依你。小蝶走了，他留信说要和你离婚，我没赶他走，也没骂他打他，是他自己要回去的。他还怀着孩子呢，我也不敢对他怎么样。这2天小坚都在家里，他可以给我作证。妈这2天就逮着小西这个软柿子捏呢，没跟孙小蝶闹。大哥，你的组织关系还在乡下，妈哪怕不顾及未出世的孩子，也会顾及你的。孙小蝶让你放心行动，他们家不会使坏阻拦大哥调回城。你跟他说什么了？你威胁他了，还是花钱利诱他了？你别污蔑我！都这时候了，你还搁这火上浇油了？谁叫你之前闹那么凶的，还1哭2闹3上吊，这很难不让人怀疑啊。妈，小蝶给我留信了，她没怀孕，是晕车导致的。她还说让我放心的留在城里，回去她就重新找人家。她没怀孕啊？孙小蝶都这样说了，你还回乡下去找她吗？我还是想回去一趟。你回去了，他应该也会赶你回来。他不是在信里说了吗？他不敢再继续跟你过日子了。你要是为他放弃了回城的机会，他背上就会像是压了一座山，会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妈，这段时间我让你操心了，但我不放心小蝶一个人回去，我想亲自送送她。万一他到时候变卦怎么办？不会的，话说到这个地步，他已经打定了主意，就算我们以后真的分开，我去送他，他也是开心的。你要是舍不得我，我就留下，不回城。算了，你能来送我，我就已经很开心了。我知道你心里有我就够了。你跟我回去，我反倒过不了安生日子。以后每个月我都给你寄钱。对不起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你要是再婚，一定要写信跟我说。好。抱歉，小蝶这段时间给你们带来麻烦了。只是当时我以为我跟他回队上这件事情平息，忘记考虑你们的感受了。哥，你别这么说，我们也有错，工作的事儿没跟你商量就办了。是啊，大哥，是我太急了。大哥在家每晚都要帮妈把暖水壶灌满水，一起走路的时候，他会注意到走在后头的妈，故意放慢脚步陪着。妈被路边哪块石头绊了一下，他会特意回头把那块石头挪开。跟他比起来，我和小西跟缺心眼似的。姐，你来了，厂长闺女找大哥的，坐这儿等半天了。小南吧，我听向东说过你，我是周桂英，厂宣传科的。你这个点来饭店吃饭是不是早了点儿？还没到11点呢。我特意早点来的，我就是想来采访一下林向东的家人。林向东同志16岁下乡，在乡下待了6年，母亲病退才回来接班。这种吃苦耐劳，什么地方需要他就去哪里的精神，很值得我们宣传科拿来做典型。你想问什么就问吧，我肯定知无不言。
因为胡美丽同志生病有些严重，所以林化东早上6点就会起床陪母亲在院子里锻炼身体，然后给家里人做早饭，是真的吗？这谁说的？刚才我去过你家里，胡阿姨说的。胡女士可真会瞎说。是的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我哥早上6点起来做早饭，下班回家还每天看2个小时的书。对，没错，我哥是爱看书，还经常写文章呢。这个我知道。你哥在乡下的时候，把农忙时期大家互帮互助的事儿写成文章寄给报社，省报还刊登过。其实像他这样的人，很适合我们宣传科。怪不得胡女士搁那使劲吹牛，原来是想让儿子调岗。说这么多也累了吧？来，喝瓶橘子水润润嗓子。刚刚说的都是正事，接下来咱们就当是闲聊了。毕竟想要在厂里的报纸上宣传林向东同志，我得对他多了解了解才行。反正也快到饭点了，咱们一边说一边吃，我请客。不用了，我中午跟人约好了，就不在饭店吃了。如果有要问的，你直接去问我哥吧，他最清楚了。我爸去北京出差给我带回来的，我吃着味道不错，你尝尝。我们下次再约。这橘子水香精味好重，我不想喝。我喝，这周桂英还真挺大方的。厂长工资1个月100多，他自己还有工资，这么多钱，家里就2个人，怎么花？你可别被人给收买了。你要是把大哥给卖了，妈铁定跟你急眼。一个先天软饭圣体，一个先天煮饭圣体，真是没法比。真巧，昨天我跟向东还说起你呢。巧什么巧？来刷我跟小弟的好感度干嘛？有本事去对林向东使啊！这个菌子兰手帕你拿去用吧。向东说你喜欢漂亮小东西，这是绣娘绣来送外宾的，你应该喜欢。色彩清雅，绣工精湛，一看就是大师出品。怎么又拿这个考验干部？我是经得起考验的人吗？手帕我很喜欢，但你得先说说想让我干什么。你这一点暗示都没有，这礼我不敢收。就是想问问你关于孙小蝶的事儿。这你都知道了？知道多少？你大哥说他在乡下跟孙小蝶在一起过。对啊，是真的。虽然是孙小蝶主动提的离婚，但他是为了大哥的前途才放弃的。大哥觉得对不起人家，就想多补偿一点，所以他攒下来的钱跟粮票都寄给了孙小蝶。是啊，我大哥的脾气看着软和，但其实也挺倔的。孙小蝶应该追了他2、3年，用了狠招才拿下。你要不还是算了吧。多谢你跟我说了这么多，我心里有数。你俩说什么呢？说这么久，还能有谁？大哥呗。我就知道，现在我也学乖了。每次周桂英出现的时候，我就装作很忙的样子。我上班，她也不能拉着我闲聊。算了，后面2天我先不来饭店吃饭了，马上要去随军了，先在家自己做饭练练手。怎么糊上纸盒子了？赶工期，街道办这次不挑人，干1天能挣1、2毛。哦，一天天的什么都不干，懒死他算了，光知道问，也不知道来给我搭把手。你下午要是没事干，你就来帮我糊纸盒子呗。我下午忙着呢。小南这孩子最让人操心，天天见不着个人影，也不知道在外头干啥。我现在是真恨不得拿个链子把他锁我身边。你就是还年轻，等到我这个年纪，你就知道什么叫不聋不哑不做家翁。他们都这么大了，小南都是结了婚的人了，你管多了只会落埋怨。吃不穷穿不穷，算计不到一世穷。我家那3个没一个会算计的。怕啥？有单位在，有领导在，他们这辈子肯定会稳稳当当的。你夸自己厨艺好，用这么多油炒的菜能不好吃吗？你厨艺本来就很好，谁说你厨艺不好？我替你骂他。一天天的就知道臭美，也不怕别人说闲话。东西是我百货大楼卖买的，能卖还不能带了。顾振华什么情况？还不来接你随军？电报一到我就走，才不在你跟前碍眼。去，赶紧去，我巴不得你走。你个没良心的，还有1个月就过年了，也不知道在家过了年再走。我走了，你才会想我。我在你面前晃悠，你嫌弃的不得了。你瞎说！别说1个月，我要是留在家里，明天你就得念叨我。我先去家属院探探路，要是好玩，我就写信给你，你过来找我玩。要是那边条件不好，我年后就回来。还有这房间，你可别动我的。知道了，你的屋子我可不敢动。这个院子就是我们家，我已经简单收拾过了。
汪汪汪！哇，真高冷啊！啸天是退役的军犬。那隔壁家里是什么情况？我刚来，明天是不是该去他们家拜访一下？隔壁住的是我的领导许卫国，那只猫是他的妈妈花大娘养的。花大娘现在应该在河边钓鱼，不在家。那右边住的是谁？住的是王长顺，和我同级，家里有一儿一女，但他这个老婆是去年才结的，二婚，现在又怀孕了。不错，楼上楼下一共4间房，就是房子空的过分，还需要慢慢添置。你就直接喝呀？这水干净的，能喝。我先去把借来的车送回去，回来慢慢收拾。好。顾振华不是说他已经在这儿家里住了半个月了吗？那这半个月他是怎么过的？怎么可以这样？以前不都这样吗？洗脸、泡脚、洗衣服、包饺子、和稀泥，都用它，也没别的盆啊。那明天我陪你去买盆，多买几个，分开用。买，必须买。要买个自行车吗？以后你自己进城方便点。家属院那边的副食店和杂货店东西都太少了。买，没车出门不方便。怎么，这衣服你不喜欢？喜欢，但这么好的东西，你以后少给我买，给你自己买就行。你穿吧，我不缺这些。以后鸡蛋不用煮我的。你不爱吃，那下次去食堂打馒头和稀饭回来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小南，我知道你喜欢我，但你不能对我太好了。男人是不能宠的，会被宠废的。那是你爸和你哥，你又不这样。你现在是一个跟顾福娇完全相反的人。哪有什么不一样？男人都一样。那你是想虐待你自己，还是想虐待我啊？家里有的吃你就吃，话那么多做什么？你以后要是不想跟我一起吃饭，你就去吃食堂，你吃什么我都不管你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跟你一起吃，你别生气。这就对了嘛，非逼我凶你一顿。当初相亲就说了，我脾气不好，你可别惹我生气。吃吧。顾振华有自己的一套逻辑，说再多也不如直接表明态度有用，因为他的脑子里还有一个生活经验，那就是不能凶老婆，窝里横的人不会有大出息。你这是什么表情？不都说小别胜新婚吗？你怎么还苦着一张脸的？吵架啦？你家那位来之前，你不是一直盼着的吗？没吵，就是我媳妇儿对我太好了，有什么好的都想着我，我心里怪不是滋味的。你故意的吧？故意露出这副表情让我来问，好让你能炫耀？混蛋玩意儿，跟我还玩这招？你不懂我们家。哎，老许，你跑什么啊？快进来坐。刚搬过来肯定忙，前2天没好意思打扰你，缺什么东西就来家里找。谢谢大娘。啸天呢？我刚来那天就看到他了，今天怎么不在？我那俩孙女儿把啸天带去学校了。你跟他玩吧，你们小姑娘都爱玩这个。大娘，你家猫脾气真好，它要是生小猫的话，我都想养一只了。这是公的，生不了，喜欢就常来玩。只要大娘不嫌我麻烦，我肯定常来。我这鸡汤熬得真不错，得了胖叔8分真传，你多喝点。鸡腿你吃，我爱吃鸡翅膀。
不用管。王家那大儿子王虎就是个哭包，没事就哭，烦人的很。哟，这小屁孩哭着跑了。我来这边住了半个月，听王虎哭了4、5次了，还是老许家的女儿乖，皮实，不爱哭。我不回去，后妈都是坏人，爸你偏心后妈，都不喜欢我跟妹妹了。再哭我揍你！你妈还怀着孕，你让着她点不行吗？怎么了这是？再大的事儿也不能打孩子啊！手都快磨出血了，赶紧回家擦擦药。回去好好吃饭啊！藕粉从老家带来的，你尝尝。来就来，还带东西，你这么客气做什么？快坐。你们家小豹子腿脚还真有劲儿。是，王虎也是个闹腾的。你才来了家属院几天，大伙儿都知道你把顾振华治得服服帖帖的。我来就是想问问，那个拿捏男人的招数，能不能也教教我？啥？你们两口子的事儿怎么问上我了？我们家老王说，你家衣服都是顾振华帮着洗，说你把他管得特别好。王长顺那个大嘴巴，比村口大娘还嘴碎。你这不是怀着孕不方便吗？家里的事儿，王长顺没给你搭把手？我家那位油瓶子倒了都不会扶一下，我正愁我坐月子的时候该怎么办呢？那你就别做呗，你看他能怎么办？他没结婚的时候不是自己洗衣服吗？怎么有了媳妇儿他就做不来了？可当初相看的时候，他就想找个能干活、能照顾孩子的。可你现在情况不是特殊吗？我看他也挺重视孩子的。王长顺那样的男人真不能惯着，要搁我的话，我早跟他打起来了。但你现在怀孕不方便，就只能来软的了。那我试试看，一定要试。明天一共7个人来吃饭，家里的票够不够？不够，我去想办法凑。够的。今天家里给我寄的包裹到了，有腊肉，还有熏鸡，我再随便弄几个小菜就够了。明天我休息，正好在家给你帮忙。那也行，大院里总有人说我泼辣，这一次我一定要让大家见识一下，什么叫真诚、美丽、大方、温柔、善良。哟，你手脚真麻利，这么早就把菜备好了。主要准备的简单，有肉有菜的，这还简单啊？我们天天见着面，我还不知道你是个好脾气吗？就那老王，非在背后乱说。这次咱们可得让大家看看，你这么能干的漂亮姑娘，顾振华娶了你，那是他的福。你家那个小豹子呢？让王虎带着呢，我过来帮忙。你这速度也是快，刚来家属院就怀上了，一晃眼肚子就这么大了。坐月子的事情，你可得提前准备好，要么叫你亲妈来，要么去队里请个大娘来照顾，可千万别指望王长顺。我亲妈跟我婆婆一样，早都没了。我昨天说我不舒服，衣服放盆里没洗，老王他看见了也没管，怎么办？这才第1天，急什么？对，多坚持几天。我们家老许以前也帮我洗被单的，后来被老王那么一挤兑，他后来就只敢天黑了偷偷洗，死要面子活受罪。这王长顺还真是个搅屎棍，怎么哪儿都有他？不只是王长顺呢，咱们家属院还有好些跟他一样的，看着我就来气。你家这个腊肉腌的时候应该用了其他香料，味道跟一般的腊肉不一样，香得很。是，腌肉的盐要先用八角、大香、花椒、桂皮之类的东西炒一炒，让香味透出来。腌好之后的肉还要用柏枝熏。这么麻烦，那我可得多吃几片。这人怎么还有2副面孔呢？
你今天也累着了，我换下的脏衣服，我明天自己洗，你别动。你要把衣服洗了，老王不知道该有多得意。好，明天下午我早点跑回来，就把门打开，让老王回来的时候正好能看到我洗衣服，气死他。那明天我陪你。甜不甜？甜。让男人洗衣服，真是不像话。彩霞，你这怎么回事？衣服堆了2天都还没洗。我肚子有点不舒服。什么毛病？才来城里几天就学了这些臭毛病，能干就干，不能干我把你送回老家去。你说你气性怎么这么大？你还怀着孩子呢，别把我儿子给摔了。我肚子痛。你先坐这儿，我去把秀兰嫂子找来给你看看。你一个大男人，也不知道让着点孕妇，看把人气成什么样了。就是，孕妇还是你自家的呢，都不知道心疼。就说了他了2句，我也没想到会这样。鬼才信呢！说2句能把人气成这样，你嘴上抹了毒啊！你这人也是没良心。彩霞怀孕多辛苦啊，你还气她？我现在肚子好多了，没那么难受了，没事就好，但也不能大意。彩霞这个样子，需要住院观察吗？这胎怀的有点不稳，是该住院静养2天。明天再让上班的老中医仔细瞧一瞧，开2副药来吃。哪有那么严重？看把你能的，你懂还是秀兰大姐懂？多谢你俩帮我，我在医院住1晚，明早就回去。多住几天不碍事儿，洗衣做饭什么的老王都会，你不用担心家里。可我怕他真送我回老家，自己一个人又怀着孩子，在老家肯定会被欺负。怎么可能？他吓唬你的。就是，你走了谁照顾2个孩子？小豹子才不到1岁呢，离不得大人，除非2个孩子跟你一起回去，然后王长顺去住宿舍。但这怎么可能？那我就在医院住2天吧，我手里的钱应该够2天的饭钱。啥？你手里的钱就够2天饭钱？我没工资，结婚的时候家里也没给我压箱底的钱，我手里没钱。姓王的怎么这么抠？你给家里做带孩子做家务也就算了，你还得给他生孩子，结果1分钱都没有。你不是买菜做饭吗？怎么不藏点私房钱？我不敢。以后你可别听王长顺的话了，想让你干活那是另外的价钱，钱没给到位，你就住在医院里别动，饭钱不够我借你。我给医院打声招呼，你想住多久住多久。谢谢你们。人家一大早出门是去上班，他一大早带着个老太太去看日出，神经兮兮的，我看他就是闲的。妈，生活又不只是柴米油盐，小南过的可是我梦寐以求的日子呢。你下乡的时候也看日出？农忙的时候，半夜还能看月亮，那个时候的月色可美了。毛病。这是我让饭店胖叔做的笋丁鸡肉酱、蒜蓉辣椒酱，妈，你给2姐带上。就你姐这样的人，能亏了自己的嘴才怪，自己在外头不知道吃多好。早叫你来玩了，你怎么现在才来？你以为我跟你一样闲啊？在家里忙着呢。你这自行车又是新买的？对啊，没车不方便。也不知道顾振峰的工资够不够你花。怕啥？这个月的工资花完了就熬一熬，等下个月发工资就好了。这房子真宽敞，菜也种得好，你还真是长进了。这菜园子我没管，是顾振环种的。还别说，你选人的眼光确实不错。我就给你带了布鞋，没给顾建龙准备，我下次再给他补上。主要还没习惯家里多了半个儿子。部队会发鞋，不用准备。那就好。对了，待会儿吃了饭，带我在家属圈转一转，认认路。行，但你坐火车也累了，吃完饭你先休息一下，等你睡醒了，我再带你出去转。哇！你个混蛋玩意儿，你招惹狗做什么？你在前面蹬车，我还
没看出来我跟这狗很熟吗？它叫着玩的，不咬人，狗品有保障。你个死丫头，你刚刚就是故意的，故意吓我！哪有的事儿？我还能跟狗合谋坑你啊？怎么可能？我还不知道你这人比狗还狗。大娘没事吧？啸天不咬家属院里的人。谢谢你啊，姑娘。啸天，你先回家吧，下次找你玩。妈，我真不是故意吓你的，刚刚都丢死人了，你还说？你就别跟我计较了。明天我带上相机给你拍照，不带啸天玩，好不好？谁稀罕跟狗玩啊？我不稀罕跟狗玩，我就稀罕跟你玩。这么久不见，我都想死你了。还是你让我省心。你大哥跟小弟，我是懒得说了，都是缺心眼的货色。咋了？大哥那边又出什么问题了？你大哥那边倒还好，孙小蝶给你大哥写信说他在老家再婚了。我知道这事儿的时候，心里松了好大一口气。那大哥还给孙小蝶寄钱吗？孙小蝶写信来的意思就是让你大哥别寄钱了，你大哥怕影响人家新夫妻的感情，倒是不寄东西了，他就自己攒着，准备攒够200，再一次性寄给孙小蝶200块钱呀。他真当钱是大风吹来的呀？等大哥过2年涨工资就好了，反正他现在也没有什么负担，慢慢攒呗。至少你现在不用为了孙小蝶提心吊胆了。可没了孙小蝶，又来了个周桂英啊！我是真担心别人举报你大哥的作风问题，这个不争气的玩意儿又不听劝。只要大哥行得端坐得直，能有什么问题？你就是太操心了。我不在家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也跟大哥小弟这么说我的？没有的事儿。你现在这狗脾气，我都懒得说你了。别让我逮着你偷偷说我坏话。什么偷偷说？我那都是光明正大的说。再说了有什么用？说了你们又不改，3个兔崽子没一个听我的。好了好了，别生气。接下来我带你好好玩几天。要不是我兜里没几个钱，我都要怀疑你要谋财害命了。我总不能带你去逛百货大楼、逛公园、看电影，那多没意思。妈，你表情放松点，这样拍出来的照片都不好看了。前几天去寺庙，昨天爬山看日出，今天又铁索桥。你当我跟你一样精力旺盛啊？接下来几天都不去了，歇会儿。别呀，咱们得玩尽兴。你让我歇会儿吧，街溜子也不是人人都能当的。回去我就多给你那几双千层底，你这么跑确实费鞋。撒泼你都不会，你可真是不中用。撒泼可是咱们女人必备的生存技能，你可得好好学。干嘛呢你们？我俩唠家常呢。你倒是教点好的，你怎么教人撒泼呀？你还是太年轻，脸皮薄又豁不出去，还不如罗彩霞呢。妈，你这话可说错了，罗彩霞以前可老实了，我怀疑你教的招数她都使不出去。撒泼而已，又不需要用脑子，最容易学了。就王家那情况，什么里子都没有，罗西华还要什么面子啊？等你遇上事儿了，你就会知道，面子是最不值钱的东西。我肚子都这么大了，身上没一处舒坦，做3个人的饭还不够，你想让我做一桌子菜？真闹起来了，走，看看去。妈，这是家属院，不是咱们以前那大杂院，你克制一点。那些照片我拿回去给你大哥小弟看。小南，吃穿上别太张扬，该低调的地方低调点儿。看到没？这是小南给我拍的，拍得我多上镜啊！二姐这拍照技术真不错，下回让她也给我拍。小南那个败家子儿，买个进口相机花了好几百，顾振恒也不知道管管他。买都买了，你现在说这些也迟了。以前在家的时候，他还知道收敛，随军了过后，被那顾生文惯的越来越嚣张了。我在那边住了10几天，顿顿不是蛋就是肉，工资全吃进嘴里了。真好啊，我姐不在，胖叔都瘦了。妈，你难得去一次，小南肯定是特意把好东西留给你的，他也想让你放心，想让你知道他在那边过得不错。媳妇儿，你都有2个月身子了，要不要再把妈叫回来？她才刚回去，就不要折腾了。快生的时候过来也是一样的。好，听你的，以后要少食多餐，饿了你就吃，不用等我。知道了。你最好不要俯身弯腰，也不要久坐9里。东西要掉地上了，要是不重要，你也不用捡，你等我回家。我知道了，要不咱们睡了吧，明天再看。你要是困了，你就先睡，我去隔壁房间背。没困，等你背好了，咱们再一起睡。这上面的东西，我觉得你需要逐字分析。你有毛病吧？呀，你怎么知道我要当爸爸了？你莫名其妙，谁问你了？孩子都2个多月了才发觉，太粗心了。
媳妇儿粗心，我也粗心。那纸条你真得看，你媳妇儿也怀着呢。回来啦，这是韩巧，老王他大嫂的妹子，来照顾我月子。面相倒是挺憨厚的，就是眼珠子转得太快了，不像个安分的。走了，我回去了。这人是谁呀？看起来真有气势，是什么领导吗？是隔壁邻居，人挺好的。怎么又是个姑娘？给孩子取个名字吧。这么小一团，就叫小猫吧。不行，小名可以，大名不能这样。王虎叫虎，小豹子叫豹，到他怎么就成猫了？就先叫小猫，等之后再说。彩霞姐，给你端了碗鸡汤，补补身子。你们是在商量孩子名字吗？想了个什么好名字？小猫。你这也太敷衍了，平时多看点书吧。书读少了，这到关键时刻就不够用了吧？你要是想不出好名字，你就照着新华词典翻呀。这就是小名，大名我还在想呢。他跟我肚子里的这个差不了多少，以后正好能一起玩。还是你们会调养，刚生完身子虚，还有鸡汤好好补一补，待遇真好。鸡汤而已，想喝就喝了，还要挑日子吗？哼，要不说你们城里女人金贵呢，吃得好，穿得好，还有男人帮忙洗衣裳。你都知道城里女人金贵了，你还给罗彩霞吃菜叶子。我记得罗彩霞生产前是给自己准备了几十鸡蛋的吧？彩霞跟你能一样吗？我们都是乡下来的，王长顺特意请我来照顾月子，已经是在享福了，顿顿吃鸡蛋也不怕折了福气。你俩不愧是一个地方来的，真像是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说出来的话就跟上个世纪的人一样。你一天到晚不着家，也不怕顾振华找你，赶紧回去吧你，我家的事不用你管。我家的事不用你管，你当初管我们家顾振华不是管得挺宽的吗？轮到自己了就笑不出来了。妹子真是爱开玩笑，什么上个世纪我都听不懂。我这人讲话有点难听，你听不懂也挺好。那本来就是个刁钻的，你说你接他的话干嘛？白被挤兑一通。什么？他刚刚是骂我？你回来！你干嘛去？老王，你赶紧去把人拦住，万一打起来怎么办？小南怀着孕呢，要出什么事儿，你看顾振华找不着你麻烦。大嫂这是给我找的什么愣头青啊！刚刚韩巧说想撕烂我的嘴。他以前在老家撒泼惯了，你别跟他计较。他也就是这么说，不敢真跟你动手。但他吓到我了，还有我肚子里的孩子。哎呦！林向南，你收手吧，真把他胳膊打折了，你跟顾振航就得挨批评了。下次再惹我，我可不会手软了。明天去演习，去好几天，你一个人在家，要不让妈再来一趟？不用，我能照顾好自己。实在不行，去花大年家蹭饭。副食店的肉票都在抽屉里，别省着，你怀着孩子呢。好，我知道的。康熙年间的真东西，多少钱收的？80块。小贵，普通人2个月工资。只要是真东西，不贵。我听我儿子说，我那老朋友的办公室新多了个摆件，走，我带你看看去。我好不容易求爷爷告奶奶，把资料搞到了手，结果就跟我说看不懂，算不出来，笨蛋全都是笨蛋，笨死了。谁叫你们那么对人家张工的？总设计师去扫厕所，老婆孩子都没了，不跑才怪。我只是让他扫厕所，都已经费了好大的劲儿了。我当初可是力保他的，结果他跑了，我还去领导那里做了检讨呢。A1分很难吗？我看小林学起来很简单的样子，应该不难吧？那肯定是小张故意闹幺蛾子，他觉得厂里的人逼走了他师傅，他也想撂挑子不干了，这不是胡闹吗？把小张叫到我办公室来。金厂长，你说的那些东西对普通人来说还是挺难的。我上次问你的时候，你自己说的简单呀。你也不看看我是什么脑子呀？普通人能比吗？你这脑子确实灵光。有问题就想办法克服，不会的你就在厂里组织人搞技术公关，不要只知道跟我叫苦。我这天天给你们擦屁股，日子过得比苦瓜都还要苦了，你们还要给我找事儿。厂长，这不是技术公关就能搞定的问题。这些资料我们厂里能看懂的不超过5个人，这还只是能看懂，想抱着算看数据的时候不出错，又是另外一回事了。你不要以为我读书少，就特意拿专业的问题来堵我的嘴。我不会，但有的是人会。小林同志，高中毕业，人家自学你说的那些什么微积分，人家说不难的。你说不难？是不难啊。你说不难的，来，你算。那我就算一下吧。
我再给你一组数据。再来一题。怎么没完没了呀？最后一道了，真最后一道了，你就试一试吧。都说了我会，你还不信？没完没了你！这老登还真不讲究，居然给我上难度了。拿去吧，看看对不对。对的话就别打扰我，我要干饭了。我也不知道对不对，但这个数据和我们厂里老师傅靠经验预观出来的数据一样。小林同志，我们厂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啊！人才？我？小林同志，虽然你的数学是自学的，但你的水平在我们厂里绝对是拔尖的那一个。还真是大佬们都去牛棚里玩了，我这种水平的都算矮子里的高字儿了。看来你们厂里确实是没啥人了。人家小林同志都饿了一上午了，你还在这里叨叨。先吃饭，咱们边吃饭边说。小林同志是军属，难道还能不支持咱们厂里的工作？对，厂长说的对。那个，你们厂里不至于缺人缺到这个地步了吧？小林还怀着孕呢，她受不得累。小林同志虽然怀孕了，但胃口这么好，吃的这么多，身体肯定结实的很。而且我们科主要是跟数据和图纸打交道，也不累。我哪里吃的多了？我就是饿了。我也不是找借口，我这个脑子吧，它用的时候能转得很快，但它能用的时间不多，最多1-2个小时，消耗过头了，它就不动了。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明白，就是累了得休息，劳疾结合嘛。什么脑子用过头了？单纯就是懒。小林是来随军的，现在又怀孕了，重心肯定会放在家庭上。我之前都打算给小林介绍个工作，他给拒绝了。招他进厂的事儿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这怎么行？女人能顶半边天，小林同志该跟我们金厂长好好学习学习，家庭事业两手抓。我还没同意呢，我累得快，真扛不住早8晚6的日子。我要是累了，迟到早退又要被批评，那也太惨了。你现在是孕妇，工作时间确实不适合太长。这样，你就做我们厂的特聘技术员，脑子好用的时候你就上班，累了你就请假。我绝对不批评你，我给你写保证书，这样你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吧？你的请假条我都批。行吧，来就来。那我下午带你去办入职手续，你明天就来报到，怎么样？行。有粥、鸡蛋跟馒头，我去食堂替你逮来的。这也太稀奇了，你怎么想起给我送早饭了？你今天不是上班吗？我怕你早上睡过头，把这事儿给忘了。我都答应了，还能跑了不成？你的事儿谁说得准？赶紧吃，吃完我亲自送你去厂里报到。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呢？张工，我现在脑子木木的，有点晕，我上午先请2个小时的假。假我批了，你回去记得好好休息。生活上有需要帮助的，一定要跟组织上反映。张工，你说的这高手还真挺傲，第一天就请假。张工，他上午算的数据呢，在哪儿？这儿呢。结果我在看，有组数据还真跟李师傅预估的差不多。我当时看的时候，怀疑资料里的有些数据有错漏，新来的小林全都标注了出来，确实是有错的。不会吧？我昨天还跟李师傅争了来，气得李师傅想拿锤子打我。字儿不错，字儿确实不错，写的也规整，就是思路太跳跃了，我跟不上，没太看懂。你们看懂了吗？没有啊，你没听到我刚才只夸了字儿不错吗？资料室里那么多书，你们倒是看啊！你看看你们，再看看人家小林，他2个小时干的活，抵得上你们2天干的了。关键是有些活你们还干不了。你们一个个的都这个岁数了，比不上小林一个小女孩，你们不觉得丢人吗？反正我是不好意思的。厂长昨天骂我的时候，我臊的脸都不知道往哪儿搁。才10点多，你怎么就回来了？因为我请假了。这才第1天呢，你气色好成这样，你用什么借口请的假？脑子累到转不动了，反正我就这样。张总工他们爱用不用，亏我还给你争取待遇呢，白瞎了。那你下午还去上班吗？当然要去了，你怎么能那么想呢？工作时间是8小时，我总不能一天就只干2小时吧？那也太过分了，我下午肯定还要再去干2个小时的呀。一天只上4个小时的班就不过分了。那你下午还送我去上班吗？不去了，我钓鱼去。你们中午没回去？吃了个午饭，眯了一会儿就开始干活了。这些东西不赶紧弄出来，张总工该着急了。
那个传动系统问题有点大，噪音大得很。我来给你们反映一下，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。李师傅，你能不能说具体一点？一两句也说不清楚，你跟我下去看吧。这是新来的小林同志吧？小林同志也跟着一起去，这是个好同志。行。都跟你说了，这个位置不行，厚度不对，你偏要我们这么弄。你听吧，噪音大得很。应该不是厚度的问题，我跟张总共商讨过这个。这新来的小林同志是个靠谱的，让他来说。说什么？这个部件厚度的距离问题。哦，这个部件的资料我看过，资料里的数据很合理，我觉得孙毅说的应该是对的。看吧，我就说嘛，我们给的数据没错，肯定是其他地方有问题，咱们得慢慢排查。完了，科里又来个不靠谱的孩子。花大娘，我媳妇儿呢？有没有在你这儿？她上班去了，这个点儿也快回来了。对了，来把这盘烤干的猪肉活拿回去，给小林的。上班去了？我没听到那个单位有招工的消息啊。她还怀着孕呢，上班干嘛？家里的钱不够花了？够花？怎么不够花？只是小林有本事，被金厂长特招了。小南的脑子确实聪明，但他人娇气，怎么会去工厂里？这猪肉脯，小林回家应该就要吃。我觉得你可以先拿回去切成小片，这样方便一点。他马上就快回来了，你们两口子可以慢慢说。你终于回来了！家里是不是没钱了？你那一柜子衣服呢？漂亮衣服在柜子里，我特意找了好几件丑衣服，用来上班穿。不至于，真不至于。至于的，总不能他们恶心我的眼睛，我还穿得漂漂亮亮的去办公室吧？那也太亏了。那你上班累不累？家里不缺你这份工资，你可别为难自己。我都答应他们了，等过段时间把这个项目忙完再说吧。身体最重要，要是丈母娘知道我没照顾好你，回头得骂死我。瞎说，我妈哪敢骂你？她处你的很。好了，我好饿，咱们快吃饭吧。喂，小林，你在这儿干嘛呢？这是地方闲杂人等不能进来的。谁是闲杂人整？我是厂里工作人员。你工作人员？怎么可能？我不信。你爱信不信，谁乐意跟你解释？他哪个科的？技术科的呀。听他们科的人说，这小林同志挺厉害的，有2把刷子，是张总工特意找来的。你媳妇儿去厂里上班了，怎么没听你说？我今天去隔壁厂还遇见她了，吓我一跳。家属院那么多嫂子都在隔壁厂上班，她在那里也不奇怪吧？可她去的是技术科，她什么时候有这能耐了？她工作上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。小林从不把工作上的事情带回家来做，保密工作做得挺好的。你也是个老同志了，有些事情你也别瞎打听。对了，之前厂里不是有小姑娘喜欢你吗？你就不怕小林跟人家遇上？我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清白得很，怕什么？你真烦啊，哪壶不开提哪壶。你最近这班上的挺好的吧？挺好的呀，我都适应了。我还以为我们办公室就我一个女的会找不到人说话，谁知道孙毅他们这群大男人还挺八卦的。应该没人会找你麻烦吧？谁敢啊？怎么了？你跑什么呀？你肯定有事，快说。这都是以前发生的小事，我觉得你应该不会介意。前2年一直有领导想给我介绍对象，我连面都没见过就给拒了。去年你们厂有个姑娘主动想跟我建立革命友谊，但我没同意。就只有这一个？前2年也有过，但他们都结婚了，就你们厂那姑娘还没结。对方怎么看上你的？我去年立了个功，领导让我去医院、学校还有你们厂做事迹宣讲。行了行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，你讲的也没什么意思。既然累了，你就赶紧去睡觉吧，反正这都是过去的事了，你不用放在心上。咦，那姑娘是不是叫王淑华？你怎么知道？她来找你麻烦了？没有，我就是经常在单位见到她，说过几句话。现在想来，她应该是故意来找我的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呀。小林同志，林姐，
1个小时，你再多留1个小时，帮我把这组数据弄出来吧。我做不完了，这资料明天张总工点名要了。哥求你了，哥就求你这一回。最多1个小时，多1钟我脑子受不了。果然是资质闹钝，这才多久，脑子里的知识就不够用了，我该充电了。我才是资质闹钝。对了，资料室能自学吗？能，厂里的资料室费了很多心思，国外的期刊都有。大爷，这间能进吗？得厂长或张总工签字，里头是搁置项目的资料，有保密文件。小林同志，你们部门今年招人的数学题是不是你出啊？听小孙说你是科里算术最厉害的。我们部门还招人，我不知道哎。每年6月都招，你不知道也正常。你来才1个多月，去年就没进新人，考不进来。我孙女接了奶奶的榜，在食堂打杂，但她想考你们科，能不能推荐几本书，让她自学打打基础？行啊，不过我先说好，我也不知道我们部门考试的内容。我明白，我就是想让我孙女先打打基础。小林同志，你也在啊？叫什么小林同志？叫林姐。爷爷，他比我小。那也不行，不管是调去生产线还是考去技术部，你都得叫他林工或者林老师，叫什么小林？林老师。不用客气，你随便怎么叫都行。林老师，你说话的声音怎么有点哑？是不是最近太干了？我奶奶熬的梨膏效果可好了，我给你带了一罐。不用，我家里有。林老师，你不用跟我客气，那东西熬起来麻烦，我奶一次性就顺带多熬了几罐。我听顾振华说起过你。哦，是吗？但现在我不喜欢顾振华了，我现在更喜欢你。什么？我觉得你比顾振华更厉害。我爷爷说了，能进技术科的女人，10个顾振华也比不上一个林老师。原来只是单纯慕强，怪我思路打太开，想歪了。媳妇儿，家里来信了，丈母娘写的。我妈买了7天后的火车票，提前过来了。本来她说等我肚子再大点才来的。丈母娘终于来了，妈来了。她的那份8掐钱零花跟养老钱，你别少了她的啊。我妈知道你工资高，才不会跟你客气呢。现在大哥和小弟每个月都交10元的工资给妈，我也每个月给10元好了。行，都听你的。我们家老二终于知道上进了，这个班你好好的上，后勤工作你就交给妈，保证你出了月子就能面色红润的去上班。这才4个月呢，怎么就扯到做完月子去上班的事儿了？妈，你也太急了。急什么急？那不得提前帮你打根基呀？只要现在把身体养好，后面你的问题就少。好了好了，咱回家再说。你只在信里说工作轻松，到底是哪个单位？就隔壁工厂。哎呦喂，争气真是争气！我们这一大家子就你狗屎运最好。现在正经上班了，别跟以前一样到处瞎晃。一个结了婚的大姑娘了，还跟个二流子似的。行了，快2点了，你快去上班吧。我请了1整天假。真是的，我又不是第一次来你这儿，你还怕我不适应啊？对了，你那段时间替你接手工作的人找好没有？要不要我去帮你打听打听？不用，其他同事会接手我的工作。那不会耽误你们部门的工作进度吧？我是什么重要的人物吗？我没去上班的时候，他们不也照样过呀？不可能啊，这都12点了吗？我没跟人闲聊多久啊？没到12点，现在就10点多。你是没去上班吗？去了，请了2个小时的假，回来了。哪里不舒服？赶紧去医院啊！挺好的，就脑子有点累。脑子累？你们领导就批了假，骗我呢？真的，当初入职就是说好的，脑子好用的时候上班，累了就请假。你哪怕手头事情少，也该在厂里把时间守够了呀！你这么早回来，不招人闲话吗？招人闲话不说，还影响你工资。办公室哪有家里躺着舒服？你还真是会给自己找舒服日子。这菜不是买的，是我刚刚在罗彩霞的菜园里摘的。你猜我下午跟人一起纳鞋底的时候听到什么了？咱们家属院又有新鲜的八卦了。有人跟我说你下午4点就回来了，我还不信，特意回家走了一趟，结果没看到你。然后我就去罗彩霞家里找她闲聊了一会儿，顺带看看你什么时候能回来。我摊牌了，我不装了。人是下午回的，假是早就请好了的。我不止今天这样，我以后还这样。我以为生了你们几个就已经够惨了，
没想到你们领导比我还惨。你这样，你们领导就没意见？没意见，入职条件都是提前说好的。我不信。哦，不信就不信喽。哎，你这个态度需要改正。你想想，你高中毕业找工作的那段时间，就差求爷爷告奶奶了。怎么现在有工作了，你反倒还不珍惜了呢？这不是风水轮流转吗？曾经的工作我高攀不起，现在的工作我爱搭不理。你这个傻孩子，非要我把话说透。把该做的事儿做完了，你倒杯茶，找个报纸，剩下的时间不就混过去了吗？你非得请假，你图什么？图你工资减半，图人家讲你闲话。好主意。不过最近有新项目，办公室忙着呢，我哪里好意思在办公室混日子？就算要混，也得等过段时间闲下来了再说。你可真是油盐不进啊！榆木、朽木、朽木，电焊都雕不动。你怎么把咱妈给得罪了？就上班请假的事儿，小事儿，问题不大。妈，我那个插花的罐罐呢？你给我收来放哪里了？妈，罐罐，妈，罐罐，我看你像个罐罐，我给你拿水涮了，放水龙头边上呢。那双眼睛也不知道长来干什么的。哦，谢谢妈。你悠着点儿，别把我丈母娘给气跑了。我又不是第一次不听她的话了，我妈都习惯了。她要是心眼小，早就被气死了。哪能像现在这样，每天张牙舞爪的。妈，别生气了。不生气，我就是对你有那么一点点失望而已。妈，你别失望。不只是失望，我还有一点难过，我没把你教好。妈，你别难过。行了，雪花膏留下，你睡你的去吧，烦人。那还难过吗？不难过了，被你哄好了。听说你家小林是张总工特招进去的，连考试都不用，厉害呀！我家老二打小就聪明，好多东西一看就会。也就是去年我们钢厂不招工，否则他早就考到我们厂里去了。我家这几个孩子要搁以前，那都是状元的料子，宰相根苗，还宰相根苗呢？谁家宰相天天请假的？这假可是领导特批的。脑子好使是不错，就是不经用，用多了脑子疼。他又不想占公家便宜，脑子疼干不了活，就请假回家休息。哟，你家孩子可真识时，好多坐办公室的，一混就是一天。我们家小南可不一样。我从小就教育他，做人要踏实的，偷奸买滑、浑水摸鱼的事儿绝对不能干。还是你教的好，可不是嘛？像我，下个月厂里不是招工考试吗？你要不去问问小林有什么内幕消息？要是我孙女考过了，我请你吃席。老姐姐别开玩笑，小南才去2个月，领导哪能把这么重要的事儿交给他？我爷爷说林老师你想借这本书，今天有人还回来了，我爷爷就叫我给您送过来。我就猜到这书很快就会被还回来，里面的知识点太深了，一般高中生都看不懂。林老师，你先忙，我先走了。王大爷贼得很，去年也拐弯抹角的套近乎，打听考题，今年又来这招，只不过去年是冲我来的，今年冲小林来了。要不说王大爷眼睛最利呢，他肯定是看出来了。孙毅，你失宠了，现在是咱们小林独得领导爱重啊！失宠没有的事儿，昨天我还挨了一顿臭骂。老钱，你就等着吧，最迟明天你也会被张总工宠一宠，谁也跑不了。张总工最近肯定又被金厂长骂。孙毅，这次咱们部门的招工考试就交给你了，你自己看着办。怎么又是我？什么叫又是你？不是你还能是谁？头疼一定要好好休息，别逞强，免得以后落下毛病。没事儿，我还能坚持。你还怀着孩子呢，自己掌握分寸啊！我就不多劝你了。
怎么复宠了？你不开心吗？开心，我都快开心死了。来，阅卷，一人一答，争取下午就出结果。你出题出这么难？咱们这是筛选能用的人，又不是学校的考试，需要去了解他们掌握了多少基本知识，还贴心的给他们分阶段出题，题难点，方便我们阅卷。没有一人的综合分在60以上。王淑华考得还行，没得出答案来，但思路是对的，相比去年长进了很多。这孩子确实有进步，上个月问我的几个问题还挺有想法，那就把王淑华的名字写上了。写上吧。李家那个小喇叭考得好像也不错，但咱们这个部门他好像不太适合。他不行，他话太多了，嘴没个把门的，什么事都往外说，忒不靠谱了。今年吴中丈这孩子考得竟然也不错，今年不会真偷到考题了吧？看样子不像。要不你把他叫到跟前来亲自问问？这必须得问。这孩子脑子是机灵，就是太熊了，还是个有前科的。行了，别围着我了，我得赶着回去帮忙拆丝瓜架子。我妈一个人忙不过来。这活我能干，林老师再讲10分钟，晚上下班我去帮你把活干了。我也能。可别，我就再给你们讲这一道题，讲完我真得走了。我之前跟你说过这事儿，我和王淑华真没别的。这都多久之前的事儿了？人家现在是来找我的，你紧张什么？那你自己去招待他们吧，我就不下楼了。整得跟个大姑娘一样似的。人家王淑华后来又处了个正经对象，用不着你避嫌。林老师，我们来给你拆丝瓜架子。菜园里的丝瓜长得正好，我都舍不得下手。这丫头找借口也不知道找个像样的。不用拆了，是我昨天闻着丝瓜味儿有点恶心，今天又好了。你这死猴子，磨磨蹭蹭的做什么？还想在林老师家蹭晚饭啊？你怎么这点眼色都没有？来都来了，就该跟林老师的家里人好好搞搞关系，非拉我走。你懂什么？在厂里时不时麻烦林老师就算了，要是经常还来家里找他，林老师肯定会嫌烦的。分寸，知道吗？分寸。下次要来你自己来，我就不来了。你不来，我也不来了。知道就好。林老师在厂里的时候最有耐心，咱们在厂里好好问就是了。这是我特意在领导跟前帮你们申请的茶叶，都是好茶，提神醒脑。这一次，小林同志可是我们的大功臣，必须得好好表扬。你可节省了我们将近2个月的时间。这段时间最辛苦的是孙老师他们，脸都熬黄了。这段时间他们确实辛苦了，但小林这段时间是我们办公室最不容易的一个。明明怀着孕，身体不舒服，还坚守在岗位上。像小林这样的好同志，我们必须要给予表扬。这次厂里评选劳动模范，我力荐了小林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，这劳动模范我担不起，让孙毅来，他最累。我再累，哪有你带病坚持在岗累？而且这劳动模范我10年前已经拿过了，这次评选，我支持你。加油，你肯定行。我们都看好你。张总工只是把名字报上去了，最终结果不一定是我。领导的眼睛应该不至于这么瞎吧？恭喜你啊，林同志，被评为咱们厂今年的劳动模范了。家属也过来，一起拍照留念。你这个劳动模式究竟是怎么选上的？你们厂里选人的标准怎么奇奇怪怪的？不会有什么内幕吧？不知道啊，就张总工把我名字报上去，然后这事儿就成了，我还莫名其妙呢。我上了10多年的班，从来不迟到早退，连假都舍不得多请，一个奖都没捞到。你倒好，一天有1半的时间都请假，还整了个劳动模范。可能我创造的价值更高。死丫头，你还踩上我了！我也替厂里当牛做马那么多年，我要是正常退休，领导也是会来慰问的。你有头疼的老毛病，但为了厂里奋不顾身投入工作。好好听领导讲话。
你经常面色苍白，忍着头疼坐在岗位上工作，就为了加快工作进度。你一个人干的活能抵好几个人，真的假的？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，非要问。原来老二不只是狗屎运好，脑子也是真的好，是我以前小看他了。我可真会生啊，跟顾振华都不差。你肚子里的这个肯定也是个聪明，没那么聪明也可以，健健康康的就行。我觉得这几个月家里的伙食开太好了，你把孩子养太大，生的时候不好生。我没胖啊，我怀孕以后除了肚子，身材好像没什么变化。保险起见，下午去医院看看。你这身体是我平生见过保养的最好的一个，别担心，没事儿。双胞胎肚子多点是正常的，做好提前生产的准备就行。双胞胎？咱们家谁生过双胞胎吗？我4弟5弟就是，不过几岁就没了。怎么忽然问这个？大夫说我肚子里怀的是2个。你这孩子怎么那么大劲儿？这床单是小南今年才买的。这孩子怎么回事？就不知道一个一个的来吗？也不嫌挤得慌。累吗？还好，不累。等他们出来了，一个跟你姓林，一个跟我姓顾，好不好？好。